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月老帮你们牵的红线是牵给谁哦。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你们的正缘哦，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你们未来的结婚对象。然后要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人有什么样子的特质，以及你们相处的一个模式哦，一些具体的讯息。好，首先呢，我们一样来帮大家抽出验证牌的部分哦，来看一下这一组朋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的能量。好，我们来抽3张牌。好，第一张牌是 Guide， 这只兔子啊，它在冰天雪地中，好像一只羚羊问路哦，它好像迷失了方向，它在爬一座很高的山，这个时候下雪了，它正在寻求方向。我觉得选到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可能过去或者说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比较迷茫的时刻。其实你们有时候会想要去跟你们的这种守护天使，或者说如果你们有你们的信仰的话，会去跟你们信仰的那个神明，也许你们会去祈求、去祷告，希望有人可以给你一些指引。因为感觉上有些朋友，你会觉得你自己在生活中某一个层面是比较低潮、比较卡关，你觉得你需要有人给你建议，或者是说你需要有一个指引才能够去让自己看得更清楚，或者是说让自己做一个选择，应该要选择留下还是选择离开，要在这样子的状况还是要离开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你们好像有一个在冰天雪地中独自走了很久的感觉，然后出现了这个羚羊这个智者的形象，就是你们会很想要向他询问或是求救吧。我会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在找一个可能是可以让你心情安定下来的人，或者是说一个指引的一个讯息哦。好，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已经找到了，你的贵人可能已经出现了，有些朋友我只是觉得你们可能还在这个找寻的路途中。那另外啊，这张牌也给我一个感觉是，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特别的就是天生比较敏感一点哦，你们可能很容易在大自然中，或是在你的生活环境中，你会感觉到有一些讯息是宇宙要给你的。你们可能对于声音、气味，或者是说文字，或是什么样子的画面、环境，这种光影等等，就是你们有一些特殊的这种直觉力。有的人可能是跟动物、植物等等的，我会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就是有这样子的能力，可以在周遭的环境或者说梦境中，其实你会冥冥之中你觉得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你要去做，就是我觉得你们会在迷茫不清的时候接收到来自宇宙的一个讯息，然后有一些朋友你们又是特别有直觉力的人，所以其实你们得到的那个讯息看到的那个讯息会比别人的更加的明确。那好，第二张牌啊，这张牌是3只兔子，他们好像正在看以前的老照片。这张牌它讲的是一个记得以前很美满的那个回忆的状态哦。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现在可能别人看你的状况是好好的，或者说其实你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感情的对象了，或者说你们各方面的条件看起来都是稳定的，但是我觉得你们心中啊，其实好像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释怀，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放下，也许是一个遗憾的感情，或者是说一个曾经你觉得你可以更努力做一些什么而去把它留下来的人。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其实不敢轻易的去翻开这个所谓的回忆之书，因为你会觉得说我现在状况好好的，我没有必要去挑动我的情绪，或者说你不敢去点开那个人
给你的讯息，或者是说你们以前的一些回忆啊、一些照片等等的，或是你们传过、交流过的这种文字，也可能你不敢去关注他的动态，因为你怕你一去看，你的那个情绪就会涌上来，把自己去淹死。因为你会觉得，也许你打开那个回忆之后，也许你去关注了这个人之后，你这一整天，或者说你今天的心情啊，就完完全全的会有一个很大的起伏，你会被自己的情绪淹没。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有一点像是不敢去翻这个回忆之书，因为你们会在这个回忆之海中，也许你会觉得你们会迷失哦，甚至是好像会掉到当时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时刻，你就是不想要再回到这个现实的状况中。有些朋友是有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你们好像有一个过去的人事物是令你很怀念的。然后接下来第14号牌，这张牌是沙漠。这张牌讲的是，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中，在一个看似很艰困的环境中，其实你们努力的去做一些什么。好，在沙漠中很多植物都是种不出来的，可是你们灵机一动，看到没有？这只小兔子，它就想说，好，那我来培育仙人掌吧。我会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是会在感情中去改变自己的人。可能你们本来也不是一个愿意去委屈自己。你在没有进入一段感情之前，你可能觉得说，这个人如果今天背叛我的话，我就是跟他切断，或者说我说走就走。可是当你们真正的进入到一段感情，好，你跟他培养了默契，你真正的爱上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愿意卑微，你愿意退让。而且我觉得有些朋友啊，其实你知道种这个仙人掌，你可能自己不小心会被刺到，但是在这个沙漠的环境中，好像又不得不去种这个仙人掌，因为仙人掌中它有很多的水分嘛，它是可以不用特别不需要那么多水就可以成长起来的。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在感情中有的时候会，明明需要很多，但是却告诉自己说啊，如果应该说明明你需要的更多，可是如果对方没有办法去接住你的情绪或照顾你的需求的话，你就会告诉自己说，没有关系，我独立一点，我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那如果今天呢，在感情中对方跟你提出，他可能想要静一静，或者说他可能想要分开一阵子的话，我觉得你们会去做妥协，做退让。就是你会想要去留下，因为要留下一个某一个你很爱的人，你可能就是在感情中又退让了一点，然后下一次好，可能又因为一些事情，你们又再退让一点。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感情中，你们会去做很大的调整跟做很大的改变。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原来我自己在感情中是可以是可以变成这样子的模样。也许到最后你会觉得那个其实跟你原先设想的、原先预期的其实是不大一样的。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样子的改变、这样子的这种所谓的退让，或是说这样子的来回的一个过程是完完全全都是不好的。相反的，我会觉得你过去的感情经历中，其实让你学习了很多，让你成长了很多，甚至磨合也是某一种程度的成长。你们在经历了一些各种不同的感情状况，可能有人爱你比较多，然后有人是你爱他比较多，各种不同的状况之后，我觉得你们看起来会慢慢的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其实第一张牌就是有一个在寻找，我觉得你们已经渐渐的在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了。因为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当你们走到了一定的年纪，然后有一定的这种生活的基础之后啊，其实你会开始想要去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或者说你究竟适合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你们过去可能在一段感情中磨合的很辛苦，而你现在啊，如果你们现在是单身的话，我会觉得说，其实你们会觉得对于磨合啊，对于沟通啊，
这些事情有一点点累哦，你会觉得说，因为你现在可能生命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忙。那如果说你进入一段关系，你又需要跟这个人磨合，跟他的家庭磨合，或者是说他的环境磨合的话，你会觉得，有太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让人很放心的，有太多事情需要去心累的，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渐渐的趋向于找一个不需要让你那么心累的人，让你可以很安心、很舒服的人。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在寻找方向的过程中，会越来越贴近自己的本心，然后会越来越回到一个就是在感情中，去寻找一个让你可以最真实的呈现自己、最舒服的那个状态的那个模样的人。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牌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遇到的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说你们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遇到的。好，那我们就是看牌卡上抽到什么讯息，我就把这个讯息告诉你们了。好，来第一组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今天的牌。好，来主教牌。Six of Wands， Five of Wands。 好，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对待你非常的认真哦。这张牌是主教牌，代表说，我觉得他对你啊，并不是玩玩，并不是这种一夜情的关系，或是他并不是要跟你试试看而已。我觉得他是很认真的在发展一段感情，而且呢，我会觉得他会把这种结婚啊看成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很神圣的一个承诺。因此啊，他对待感情、对待爱情的态度是这种比较谨慎的，跟比较小心翼翼的。有些朋友会觉得你们这边有远距的能量哦，你跟这个人可能是透过网络认识的，或者是说呢，你们可能是在这种比较多人的一个场合，不管是实体的或是虚拟的，比较多人的场合，比如说它是一个工作的场合，一个学习的场合，或者是一个娱乐游玩的场合，也有可能是这种线上学习或是打电动、交友软体认识的都有可能。然后啊，有远距的这个能量，也有在那种很多人场合遇见的这种能量。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一开始遇见你的时候，可能是有一点害羞啦，然后就像这只猫头鹰一样，他嘴巴上叼着一个这个钥匙，这个钥匙啊，其实是解开你们心房的钥匙。这个锁在这边哦，大家有没有看到？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指北针、指南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其实对待感情的态度很认真，他是真心想要了解你，他是真的想要去跟你建立一段深厚的关系，而且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第一次看到你就觉得，你这个人很不一样，然后你很特别，他想要去深入的认识你，但是我觉得一开始他的话不会很多，让你会觉得，他是不是有一个比较严肃的状况？其实他是因为看到你比较害羞，所以我觉得他一开始跟你认识的时候，他不是那种很多话的人，相反，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点害羞的人，但是我觉得他呢，会去从这种小细节上去观察你需要什么，然后他也很重视一点，就是你们两个的人生方向、人生的未来的那个规划，就是你究竟有没有？假设他是一个想要结婚的人，他会想要知道你是不是一个不婚主义，或者说，你有没有机会是可以跟他走入婚姻的？我觉得这个人呢，他会去想一些事情，然后他会去规划一些事情。重点是他很想要得到打开你心锁的那一把钥匙。我觉得他会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去观察你，然后让你觉得至少你跟他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给你很大程度的尊重。
我会觉得这个人啊，跟你接触的时候，他是一个男生的话是蛮绅士的，女生的话就是一个蛮淑女的状态，然后很有礼貌，不会让你觉得他就是跟你乱开玩笑，或是说啊很随便的状态。我觉得他是就是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有这种绅士啊、淑女啊这种比较美丽大方或是成熟稳重的能量哦。然后呢，我觉得这个 Six of Wands，我觉得他其实非常非常的喜欢你。好，这只狐狸啊，它站在这个石头上，头上戴着一个花环，然后旁边有非常多有蝴蝶啊，有小鸟在为它庆祝。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很喜欢你，就是有点像你是在他会把你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去看待你，他会给你戴上这个花环，在他的眼里，我觉得他是全心全意的跟你相处，然后透过跟你的相处，他其实也知道你们自己，就你们是一个蛮有想法的人。这一组我觉得你们是一个蛮有想法的人，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对一些事情的那种思考点，你的内涵。还有，我觉得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开心的能量，这种约会的能量。我觉得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整个人是放松的，他整个人是开心的。然后他也希望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们是可以舒服的。他很重视这种，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的那个反应哦，就是我会觉得在这段关系中，你们不太需要小心翼翼的去配合他，你们可以去真诚的做自己，然后反而是我觉得这个人他会比较小心翼翼的去观察你的一个样态哦，比如说他可能会担心说啊，他今天说错了什么话，会不会你不开心，或者是说进入到一段关系之后，你们会不会因为他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好就去骂他？我觉得他反而是，他会用一个比较怎么说称赞啊，或者是用一个比较赞赏的眼光来赞美你。你可能是他心中的那个男神女神，然后他会很开心，你可以出现在他的生命中。那我觉得他会很爱你。然后他也会很温柔的去对待你。我觉得在你跟他的相处过程中，你们的感情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深，而且啊，你跟他会因为彼此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世界。可能说这个人他有某一项兴趣，可能他比较喜欢运动，也许你过去是对运动就是这种一无所知、一窍不通，可是因为他，你也开始学习了一些运动，或者是说，你因为他很喜欢吃某一类型的食物啦，你也去尝试等等的。我觉得有一种你们互相打开了生活圈，它其实会让你去看到不一样的世界，然后我觉得你们会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越来越去依赖他，越来越发现，其实你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他，因为你们其实一直在找一个真的可以让你好像放心的去撒娇，或者说放心的去依赖的这个人。而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今天出现的这个正缘，他的状态还不错，而且我觉得他对你其实蛮用心的。那权杖五在这边呢，我会觉得其实这个人哦，他是一个不害怕挑战的人，而且我觉得他对于挑战，对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啊，他其实是喜欢的。就是我觉得不管今天呢，他是要跟别人竞争你，或是说他要在工作上进行一些竞争，我觉得他都会想要努力的去争取。而且我觉得他这个竞争啊，没有贬低别人的意思，就是就算他今天赢了，他也不会觉得哦，我今天就是超厉害，我把别人踩到脚下。相反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竞争，他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去突破自己，一次又一次的看见自己的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基本上他是一个一直在往前走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蛮
蛮直接的人，他喜欢你，他就是不会去隐藏他自己的情绪。这个人他的条件还不错，所以他身边呢，可能也有其他人喜欢他，而且喜欢他的人可能也外表不错，或者说某一方面的能力特别不错。可是我觉得今天呢，他可能也跟那些人相处过、交往过之后，他会发现他还是需要一种感觉，能够真正的去打动他。然后我觉得他今天看到你们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就是猫头鹰有一点呆掉，就是眼睛傻在那边，然后就是有一点哇，就是被你勾住了，就是有一种就是灵魂被勾走了，然后呆呆的样子，然后就这样呆呆的看着你。然后我会觉得他遇到你之后，他就是想要跟你定下来，他不再想要跟其他的男生女生去玩这种感情的游戏，或者是说享受那些很多人追捧的眼光，他会觉得那些东西都好像就没有意义，或者他会觉得很幼稚。他今天会想要跟你好好的走下去，不管前方遇到什么样子的波涛汹涌，什么样子的荆棘啊，或是大石头，我觉得他基本上都是会告诉你要乐观啊。比如说这组的朋友，假设你们是对事情比较容易想很多，或是比较悲观的人，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告诉你你要乐观一点，或者说告诉你多享受一些当下的那个快乐，想做的时候就赶快去做，赶快去行动，不要先预设你们这段感情会有很多的阻碍就不去走。我觉得其实这个人的出现啊，会改变了你很多的，就是我觉得在思想上，他会给你很大很大的一个鼓励。而你跟对方啊，我觉得你们都有一个互相为对方不断的努力，跟不断的变成更好的人。尤其是你看到对方为了你这么努力，其实你也会想要更努力，因为你不想要让对方这么辛苦。那这个权杖五在这边呢，还有一个意涵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吵架，你们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争执，其实你们还是会出现一些想法不一样的地方，可是你们并不会产生真正的撕裂。就是我觉得当你们争执吵完之后，冷静之后，你们回过头来还是会想要跟彼此在一起，因为你们真的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像对方一样这么的重视自己的开心，重视自己的幸福。我觉得你们有一种真正的被照顾到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你们会很信任这个人。就比如说今天这个人跟你说好，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然后他会有一些计划，我觉得你们会完完全全的相信他。他做好了计划之后，你们不但会去反复的质疑他，我觉得你们就是因为信任这个人，会把生活中很多的，就算重大的事情交给他去查，或者交给他去规划，你们都是安心的。只要这个人想好了之后，其实你们就会跟着他去做。比如说他会说，假设他想要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或者他想要创立一个新的事业，然后他问你们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我觉得你们会因为信任这个人，就算在还不了解他说的东西是什么，或是说还对他要去的地方没有什么概念的时候，你们就会说好。也因为你们这种对他的信任跟义无反顾，我觉得这个人会更加的为你付出，然后愿意为你牺牲。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我们来抽出这个苏菲塔罗牌来看一下你们的一个状况。好，Dojo Cups， 好 ，Son of Steps， 好，这个是权杖的孩子。好，圣杯二，我们有这个圣杯的女儿，然后权杖的儿子，还有圣杯二。哇哦！哇，我们的太阳牌出现了，来把牌抽完。好，我们的宝剑一，来一把整理一下牌。好，这个人呢，会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好，这个能量很令人兴奋首先呢，我会觉得其实
你跟他的关系啊，其实你们真的不需要想太多，也不需要担心太多。我会觉得你们相处起来就是不会有太多那种虐恋的部分，还有那种需要去猜心的部分，我觉得没有哦。你跟他中间啊，你跟他当中啊，我觉得会有一个人是属于比较浪漫的，然后一个人他可能是比较理性的、比较务实的，然后一个人会想比较多，然后一个人稍微比较行动派。但是你们两个就是这样子，又可以去互补的很好。那我觉得在这当中啊，其中有一个人是比较浪漫的，就是他可能会比较就是比较浪漫的这个人可能会比较在意说，哎，你们的一些纪念日啊、交往纪念日、过节日啊、仪式感等等的。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比较浪漫的人就会想说，好像都是我在规划这些节日啊，我在意，另外一个人好像怎么都没有去记得这些呢？但是其实。如果今天这个比较浪漫的人是你哦，你们比较在意说各个节日，或是说相处的一些细节点滴等等的话，其实呢，你们仔细去看哦，这个人并不是说不在意哦，只是说他在意的方式跟他表达的方式是跟你们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人他的行动啊是比较务实的，你有的时候。会觉得他给你的爱可能不是你想要的那一种表达方式，也许你们是一个想要假设啊，你们是想要很多这种鲜花玫瑰或者说仪式感的人的话呢，我觉得他今天呢，他会用一个比较务实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就是他呢会去记得很多。一些你生活上的细节，譬如说你吃什么东西会过敏，或者是说，你曾经无意间提起你喜欢什么样子的歌手，也许他会去帮你抢他演唱会的门票。我觉得他做的并不是所谓买礼物，或者是说送你花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那个其实，只要有钱，或者说你去花店就是订朵花，其实就可以了。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在意是你们身体啊，你们健康的状况。你仔细去看会发现，这个人他其实很细心，然后他其实会很记得你曾经跟他提起过，但是却是一些很小很小的细节的事情，或者说你们曾经一起去的某一个地方，你对他讲的话，可能日后回想起来你都忘记了，但是他却会记得那些小事情、小细节。好，那也有可能你们今天呢是相反的能量，这个人他是那种超级浪漫，讲话很甜，然后很就是会给你很多。那种热烈的话语、行动的那种表达，就是会用很热情，然后很夸张的方式来表达出他的爱。然后你们可能是属于稍微比较务实、比较理性的人，但这个只是呢，你们两个表达爱情的方式不一样。我会觉得其实都是。你们两个都是爱对方的，而且我觉得你们最后都能够去看见对方眼里其实会很重视自己，就是都可以看到对方眼里是很重视自己，对，就是你们是互相重视彼此的。那另外我会觉得，好，这一张牌很有意思，它是这个。火的这个权杖的儿子哦，这边有点燃了一把蜡烛，在蜡烛旁边呢，有一个人，他正在骑着马往前，然后上面有一只蝴蝶哦，有点像是飞蛾扑火嘛。好，其实我会觉得你们两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能量，一个人可能就是骑着马往前奔赴，然后另外一个人是温柔的蝴蝶。在你们两个当中啊，有一个人阳性能量的这个人哦，他的事业心是比较重的。这个阳性跟性别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就是其中有阳性能量比较重的人，火元素的这个人啊，他的事业心比较重。他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阳性能量的人就是好像常常都会以事业为优先，然后以他自己的理想跟抱负为优先。可是呢，当你们深入去想、深入去看的时候，会发现，他其实
这么做这么拼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你们两个的未来就像是这个蜡烛一样，可以非常的光明。他会希望他有能力可以带来很多的温暖给你。他想要带来的是温暖，他想要给你的是光明光亮的未来。所以今天呢，并不是飞蛾扑火，而是这个火啊，照亮了这只好像夜晚中迷失的这个飞蛾的路，所以我觉得他很希望他是为你点燃火把的那个人。我觉得他会有很多奋斗，有很多牺牲的精神在里面。那他很需要你们在旁边给他鼓励，他很需要你去说，他其实是很棒的。然后他需要去，在他怎么说呢？在他低潮的时候，我觉得他很需要你给他一些实质的安慰，或者说实质的支持，然后真心的支持他，真心的相信他。我会觉得这个是他需要的。那如果你们也可以去回应他对你的感情的话，我觉得他真的就像蜡烛一样，他会去燃烧自己，去照亮你们两个的未来。那我会觉得在两个人的结合中，其实你们都有自己努力的一个目标，然后也许你们两个人的目标会合一，变成一个更大的目标。你们两个会在一段时间内好像很努力的去奋斗，完成两个人的梦想。接下来这张牌的圣杯二非常的有情境哦，他是一个老爷爷老奶奶，然后他好像坐在这个家里的这种摇椅啊、秋千上，然后互相的依偎，很亲密的在亲吻。这边呢有一个精致的花盆，上面这个花瓶上面有2朵玫瑰，然后前面呢有2碗热汤哦，在自己家的庭院中，这个庭院看起来还蛮高级、蛮豪华的。好，我会觉得你们两个啊，这个人是你的正缘，你们会走入婚姻关系，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有那种共同打拼事业的能量哦。不管是两个人都一起成为事业伙伴，或是一个人主外，一个人主内，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互相的好队友，你们会成就属于你们自己的事业，然后会在这种物质生活中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觉得你们会过上你们理想中的生活，然后你们会有小孩，然后小孩也有可能之后有子孙。因为我看到的是你们有那一种老了的时候，就是一起回忆你们当时可能年少时候奋斗的往事，或者说以前出国去旅行的事情，分享你们一路以来啊，就是好从一路相伴的这几十年来经历过哪些事情，哪些痛苦，哪些挣扎，然后再回头来看，一切都是云淡风轻，留下来的都是快乐。我看到你们就是最后会有这种很悠闲的两个人在一起啊，手牵手啊，过退休生活的感觉。可能你们的孩子啊孙子都长大了，然后你们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可以去画当年，或者是说哇可以真的就是两个人又重温一开始热恋只有两个人当时甜蜜的那个时光哦。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也会很感谢彼此，因为宇宙让你们相遇啊，是一个缘分，是一个奇迹。可是真正要坚持走下去不放弃的话，那个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共同做的决定哦。你可能会很感谢这个人一路以来都没有放弃你，都没有去放弃你跟他的这个家庭，然后也愿意为了你们的这个梦想一直努力到现在，或者说到你们就是白发苍苍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多感谢的话想要对这个人说。同样的，这个人也是，他会很谢谢你，然后感觉上他很爱你，然后也希望他可以跟你这样一直幸福快乐的过下去。虽然可能他有一些坏脾气，你会碎碎念他，但是他其实还蛮享受你的这种碎碎念，你的这种控制哦。有的时候他呢是有这个大男人或是大女人的倾向，可是偶尔被你们在某些层面上管啊、控制啊、念啊，他也觉得那个是一个生活的情趣。那可能呢，你们偶尔也是会有一些坏脾气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好啦比较傲娇的部分，可是他能够去容忍，他也觉得你们可能也会觉得说就是他怎么能够容忍得住这个脾气呢？反正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
彼此的眼中，可能因为有这个爱吧，所以那些缺点啊，其实不是这么重要。那些缺点都会变得，是小事情，因为你们的优点就是盖过了缺点，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会更聚焦在你们身上那些他喜欢的特质身上，特质上，而且这个特质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它并不单单只有是外貌的吸引哦。你看这张牌，就是老爷爷老奶奶，可能就是老爷爷都有一点这种发福了，或者说有点秃头了，但是老奶奶也是，她也是白发苍苍，可是两个人的爱是历久弥新的，是这种永恒的，是不变的爱。这个东西真的就不单单只是外貌的吸引，而是心灵上、精神上很深层次的一个连接，一个认定，一个唯一哦。他跟你决定要结婚，或者说你愿意跟他结婚之后啊，我觉得那个结婚啊，那个婚礼，或者说那个戒指，那个形式，这个婚姻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一个婚姻哦。他会倾尽所有来保护，愿意和他走入婚姻关系，然后进入这个承诺的人。那这边又出现了一张太阳的能量哦。好，这边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可能看起来是比较年长的一个小孩在安慰这个另外一个在哭泣的这个小孩哦。我觉得你跟他都有那种好像互相疗愈的能量吧。他其实也想要像蜡烛一样去给你们很多的光明，或者是他想要成为你心中的太阳。我会觉得你其实会被这个人深深的感动到，就是他会去，我刚刚说过，他可能会记住你的一些小细节。如果你们是一个很浪漫的人，而这个人天生不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他可能会在某一次很特殊的场合给你一个很大的惊喜是完全你想要的那种仪式感，让你觉得很惊讶，说哇，怎么跟我想的一模一样，然后不像是你会做的事情哦。我觉得这个是他为了你特别精心的去打造出来的。然后这一组的朋友啊，我会觉得你们有一些人，你的情况是这样，就是你喜欢对方喜欢你，可是你又很害怕对方好像一直围绕着你转，没有他的世界，这样子你会感到很窒息、很害怕。就是有一个人，如果他太过用讨好的方式来爱你的话，你们其实会想要逃走，因为你们某一方面而言也是一个蛮独立的人。那我会觉得说，你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个人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我会说他的爱其实是可以很疯狂，是可以很满的，但是这个爱是有自信的，不是那一种会让你觉得这个人的爱是出于不自信，出于恐惧，想要去抓住你。我觉得这个人的爱的能量，它是可以很滋养的。你会很喜欢他，因为你们是一个很重感觉的人。要是你不喜欢他，你是没有办法跟他走一辈子的。然后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当中啦，有一个人是比较多这种感性化的。假设这个人是你的话，好，我会觉得你会，就是你们这边是有一个很水元素比较多，一个火元素比较多。假设水元素比较多的人是你的话，我觉得你们其实会有比较多的情绪在里面，然后你们会希望对方特别是你们心情低落或是生病的时候啊，可以多给你去疼爱，或是多去哄你。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人啊，他其实是爱你的，但是他有的时候对于你那么多细节或者说细微的情绪，他并不是什么点都能够去抓住。所以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给我的感觉是你们可能就像在弹一首好听的曲子，然后你有很多的话想要对他说，你可能在这个讯息中，在 LINE 中，然后你就打了一长串，就是你今天跟他出去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人为什么都好像没有什么对话，或是没有什么回应啊，或者是说
你可能就会想要去问他说，哎，那你到底有什么想法？或者说你们在讲电话、你们在沟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人好像突然沉默下来，你可能就会想要去追问他答案，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想我啊？你到底有没有爱我啊？到底怎么样？我觉得有时候这一组朋友，你们的情绪如果稍微比较多的话，你们会想要去控制对方吧。然后这边必须要提醒你们的是，我会觉得这个人啊，他给我感觉就是这种坦荡荡啦，然后很，就是他说有就是有，说没有就是没有，就是你们不用，假设今天就是你觉得他，讯息回很慢，或者说如果你们异地远距啊，你就想说他是不是认识其他人，或者说，你觉得他最近好像对你比较。讯息冷淡，或者是说对你好像没有那么热情等等的，我觉得其实你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他可能就只是在放空，或者说他真的很累，他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他也没有不爱你，只是说这个就是他正常的一个状况，只是有时候你们可能太太陷入到自己的情绪中，就会有一些小剧场，就是会觉得对方是不是不爱你了，或者说是不是有遇到其他人，或者说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给我感觉就是一个蛮坦荡、蛮忠诚的人。我觉得他今天就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他也不太喜欢在感情中去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或者说背着你去做那些不道德的事。我觉得那个对他来说就是他没有那样子的习惯，也就是也跟他的人格的特性不符啦。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他稍微好像空白，或者是稍微话没有那么多，可能他真的是在忙他的事业，可能是他真的就是需要休息，需要放空，或者是说他觉得你跟他很好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啊，他就是话就是没有那么多而已。然后我觉得这边宇宙有一些讯息，就是告诉你们说不要太担心。好，如果你们是这个就是情绪比较满出来的人的话，宇宙有告诉你们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不要太担心这样的状况。那如果今天是相反的话呢？对方是一个比较容易想比较多、情绪比较满，然后你们可能神经稍微大条一点，或者是说工作很累需要放空的话，宇宙要提醒你的时候，就是宇宙要提醒你的是，就是你可以把对方啊，比如说他传讯息啊，然后可能问你一些问题啊，你们不要觉得那是烦，不要觉得那是啰嗦，其实他很在意你，其实他很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一个连结哦。其实，你们只是会仔细去看，我会觉得两个人想要达到的那个方向都是一致的，你们都是想要达到最后嘛，圣杯2嘛，只是这一组的朋友确实你们有两个人在表达爱上的方式不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个只要去理解就好，只要去沟通就好，不会成为你们太多的一个阻碍。好，那接下来再来帮你们看一下下面的牌。好，宇宙关于这个人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要告诉我们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指引是什么哦？好的，这个力量牌，还有 Ace of Coin， 好，世界牌。好，我觉得你们的牌很厉害哦，你们有很多张大牌的能量哦。首先呢是力量牌，我觉得这一组啊，就是有一个真的是越相处越爱彼此，越没有办法自拔的感觉耶。有一种好像其中一方他是靠着他就是持续的爱跟持续的耐心跟关心去打动对方。有可能你遇见他的时候，你还是一个比较低潮的状况，然后呢，他用他很多的爱、很多的热情、很多的耐心去打动你。我会觉得他接近你的时候是非常的有诚意的，他非常的想要跟你培养一个信任的关系，而且啊，我会觉得说对方可能在外是这种凶猛的狮子，可能母老虎，或是说
有点霸道霸气的感觉，可是在你这边呢，就会变成是小猫一样。你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力量，这个是你们内心善良的力量，以及你们内心开心的力量。即使你们手无寸铁，你也可以去让这么凶猛的狮子去温柔下来。我觉得你们之间呢，可以去缔结一个非常稳固的羁绊，而且你们的这个恋情啊，真的是随着时间累积更加的深厚。我看到你们两个是互相的忍耐，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会互相为对方成长成更坚强、更坚韧的人。我觉得他看见你内心有一个很善良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深深的打动他，而且我觉得他也会有一种想要去保护你的感觉。一方面他会臣服于你，一方面他也想要去保护你，因为他发现你内在啊，其实你看到这个女孩，她手上有一个很可爱刚出生的这个小鸡哦。我会觉得他其实他会发现你的内在有一个部分是很渴望被疼爱，很渴望被照顾的。那你们可能在外啊都会呈现出一个很认真的样子，或是很努力的把自己打理好，来证明说，你是很好的，你是值得被爱的，或者说你们会很努力的想要去做一些什么，让自己可以被更多人看见，也许就有更多机会被喜欢。所以，我会觉得他看到你们这样子的努力，以及这样子想要获得一份感情所投入的那些认真啊，就是他会觉得有一点心疼，也有一点辛苦，他很想要去照顾你。因此，我觉得这个人会愿意为了你柔软下来，他不希望你那么辛苦，他会也许他可能在认识你的时候，他是正在冲刺他的事业，或者是说他有他的生活目标，我觉得他会愿意你放下一些东西，愿意为你去调整一些东西，愿意为你去割舍掉一些人事物，因为他想要跟你在一起，然后他想要去把一些好像会占据他时间，或者是生命会怎么说呢？会占据他时间跟精力的一些人事物去移除，然后拿一些时间来给你和你相处。他希望在你跟他结合之后啊，你们在未来的人生路上都是可以笑得很开心的，而且他不会觉得他放弃了这些东西是一个牺牲，相反的，我觉得他很愿意，因为他希望你们能够快乐，你们的这个笑容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然后接下来呢是6号牌，6号牌是这个恋人牌。好，恋人牌呢，它有一个这种很快乐、很悸动、很甜蜜、很喜悦的，你可以看到这对男女啊，他其实是受到天使的一个祝福的，而且这张牌两个人就是非常亲密的，在这个以天地为家，在这个广袤的草原中，然后躺在这个非常舒服的床上，然后姿态也是好像刚睡醒哦，或是说正在看着这个天空哦。我会觉得你跟他的感情哦是受到天使的一个祝福的，而且我觉得你们非常受到彼此的吸引哦。怎么说呢？如果讲露骨一点，就是我觉得你们互相有这种肉体身体的吸引力，你对他的性吸引力很强，同时他对你也是哦。我会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肉体上都可以获得很大的满足，而且就是有一种无可救药、互相的被吸引，没有办法去抵挡的感觉，而且那种带来的快乐，那种高潮，或者说那种幸福，好像处于一个梦境、如梦似幻的程度哦。这样子的存在，你以前以为都只能在精神世界幻想，可是我觉得今天你遇到这个人，你的这种幻想是真真实实可以落地下来。那我觉得恋人代表一个恋人牌有一个选择的意思。今天你选择了跟他在一起，其实你也代表了你们选择了某一种生活方式。
这个人他是一个愿意去接住你负面情绪的人，然后我会觉得你会很放心的把你自己交给他，因为他其实明白你们私底下那个最真实的面貌。你们可能是一个，我觉得在工作上是一个蛮认真的人，但是你们对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方式，对待工作伙伴、对待家人，或者是说对待情侣的时候，对待你的伴侣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们可以在他面前最自然、最放松的呈现自己真实的那个模样，因此这个相处模式会是你非常喜欢的，因为你终于知道你在跟这个人相处，就是说你终于知道原来在一段感情是可以谈得这么舒服的，你不用小心翼翼，好像怕说错话、怕做错事一样。我觉得这个人会给你很大程度的包容，你跟他相处之后，我觉得你们不大需要很多的磨合，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蛮替你着想的人，当然你们也是很爱他。其实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你很爱他，然后可能你会以为你在这段爱情中也是像以前一样是爱的比较多、奉献比较多的人。可是你跟他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你们会感受到他满满的爱，他的那个爱会给你很大的包容，让你很有勇气去做你真实的自己。因为你知道，就算你呈现出你最脆弱、最不堪的那一面，他也会去接住你。你们付出的爱会得到这个回馈哦。你看到的是，我觉得你们种下去的这种爱情啊，会实质长出这种鲜花来，而且这个 Ace of Coins 这个金币一哦，它是一张带有很多希望的一个牌哦。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啊，它就像是一个开端一样，然后呢，它会随着你们的努力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茁壮，而且会带来很多丰盈，会带来很多这种丰富富足的能量哦。你们所有的努力在爱情中投入的一切都会获得回报。那我觉得在感情上，它就是一个会开花结果的感情哦，它是一个会让你觉得满足的一种恋爱，一种婚姻啦。我觉得对，很大程度是婚姻，而且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些实质的东西，你们两个会共同建立房子，或是说培育后代，这个讯息很明确。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其实会一步一步的建立属于你们想要的家庭、想要的事业。我觉得它会让你们非常有安全感，然后他很喜欢你们的善良。我觉得这一组朋友，你们有那种善良体贴的能量，可能你们蛮会去照顾身边的人，比如你在。你会留意到可能你的朋友啊，或者说你的家人，或者谁谁谁有什么样子的需要，然后如果你看到有适合他们的东西，或者说你去旅游的时候，也会帮大家打点，买一些喜欢的东西给大家吃等等的，或者是说如果你在这个朋友的社群媒体上看到有人好像遭遇了一些难过的事情等等的，我觉得你们也会去关心他，就是我觉得你们身上有这种善良的能量，你们愿意去分享爱，而且我觉得你们的爱不单单只是分享给你的，就是你熟悉的人、你重视的人。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们的爱是这种扩散出去的。你们会对于不公平或是说弱小的这种人事物啊，我觉得你们是有同情心的。你们会去同理一些别人艰难的处境，这个也是他很欣赏你的地方。我觉得你们是会替人着想的人，而且。我觉得你们吵架，就算吵架，也有那种床头吵床尾和，或者是说其中一个人可能想要冷静，然后想要不说话，想要冷战，可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就是撒娇一下，或者是说跟他这种对不起啊软一下的话，另外一个人就不生气了。就是我觉得你们的生气也不会生气很久，就是那个吵架也不会吵很久，不会有很激烈的一个冲突哦。这个人他会蛮保护你的，就是我觉得他不大会去对你说一些很难听的话，他会把自己的情绪先整理一下。如果他觉得讲出来的话会伤害你到你的话，我觉得他自己会先想办法去冷静一下。那他其实就是跟你牵手之后啊，他就是会
想要跟你走下去。两个人在现实中一定会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不可能永远都像童话故事这么样子的美好哦。当然都会看到一些彼此的缺点，然后有时候可能也会训练对方，然后也有一些辛苦的地方，也有一些压力。可是我觉得无论如何，不论是压力也好，是难过也好，是眼泪也好，是吵架也好，我觉得对他来说，就算吵架也无所谓，就算把自己弄得满身泥泞也无所谓，只要跟你走在一起就可以。所以呢，你们有时候对外人来说，或是对你自己来说是缺点的那个部分，他也会觉得其实你们很可爱。所以我看到的是这段感情啊，最后你们会达到一个合一，有世界牌的合一。在这样子的状况中，其实你没有他是不行的，他没有你是不行的。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选择了彼此，就是满心，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交给彼此。对这个世界来说，你们可能是一个人，可是对这个人来说，你们就是他的全世界。觉得你们会很开心的找到他，然后我会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很舒服，而且你可能会很感谢宇宙送这样子的人到你的生命中。他像是你的定心丸一样，我觉得你在他身边会有很多开心的能量，然后甚至是你们因为他的存在，因为他让你很开心，所以你们其实在感情方面就不用太担忧，甚至有的时候也不用太去烦恼。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感情定下来，我看到的是你们可以去发展更多自己喜欢的兴趣，或是做你们想要做的事情哦。你们其实会有这种因为感情的稳定而创造出来属于自己的空间。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稍微去忽略它，或者是说你会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或者说如果你们有小孩的话，也许就是这个小孩，或者是说你在冲刺的事业会让你稍微分散了一下注意力。可是我觉得对他来说这样子的你也是一个很可爱的。那在这样子的世界，在这样子的合一中，你们就有那种天生一对的感觉，你们就是那种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很开心，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一个充电的能量哦。别人看到你们也是，你们两个就是那种互相相爱，然后互相相处的，有的时候可以互相开玩笑，然后有的时候可以一起出去玩。特别是我觉得这边你们会有很多一起去各地旅游还有去这种山上去海边一起去探索世界的能量，一起去做一些你们平常想要做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做的事情哦。这个人他会跟你一起去经历这个世界，他会一起跟你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你们有一种就是互相的是彼此内心的一个依靠。这个人真的是给你带来很大的心灵上的支持，特别是不管是你们比较难过、比较低潮、比较黑洞的时期，或者是说你们比较开心的时期，你们的那个情绪的起伏，我觉得他都可以接受，而且他可以跟你享受人生中的各种高高低低的时光，你们可以共患难，也可以共享乐。然后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就是不要想太多，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然后你们也不用就是给他太多这种钉子吧，就是你们有时候可能会想太多，预设太多立场，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状况，因而对感情有所退却。我觉得这个人他会鼓励你们更加的正向，以及更加的活在当下。他对于你们就是我觉得他是会蛮有耐心的去对待你们的。然后我也觉得你们两个相处在一起他可能一开始有这种比较严肃可是我觉得这个严肃其实是因为他害羞。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相处在一起会非常有默契，就是也许他讲的那个话你就觉得很好笑，然后他看到你们的这个笑容他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你们两个有很多一起出去玩、一起旅游的能量。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那种就算是就是可以当这种情侣，然后也可以当那种
好朋友，就是精神上的这种知己，你们是可以去聊的比较深入的人，不会说好像在一起之后每天就只有上班啊、下班啊，或者说回家，或者说小孩这样。我觉得你们两个是会有这种共同的话题的。有的时候你遇到他的时候，就反而会想说啊，如果早点遇到这个人多好，早点遇到这个人之后，早点遇到他之后，你前面就不用经历的那些波动，你也许可以更早享受那个快乐吧。我会觉得他会让你体验到，就是一个很爱你的人，在这样子爱中，你可以很放松的做自己。然后，其实你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就是你真正想要的爱情是什么呢？就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就是我会觉得你们会有一个让你感到安心的能量，因为有些朋友，你们的心可能过去对，真的还在被某一个人所牵引住。但是你们今天遇到，假设你遇到这个人，我觉得他很大程度是新的人啦，或者是说，如果你们过去曾经有连接过，但是连接的没有很深入，然后因缘际会又重新的开始，这样子的话，也是有这种少部分的朋友，你们遇到也是有救人的这个机会，只是你们过去可能没有真正的发展一段感情，或者说你们只是知道彼此，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一个比较深层的对话中。那这样子的能量是有，不过大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一个新人的能量。这个人呢，好。我觉得你们遇到他之后，真的可以好好的去珍惜他。他是一个会珍惜你们的人。我觉得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对你们很温柔，很有耐心，然后他不会用一些很情绪化的方式来让你觉得很紧张。他会记住你们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然后甚至你都不记得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跟你说。我觉得你们会觉得非常的窝心。这个人是一个会实质上去支持你的人哦。你在做人生中很多决定的时候，我觉得他都会在背后支撑你，甚至是如果有一些是需要金钱去支持的话，我觉得他也愿意去帮助你，他不大会去泼你冷水。所以我觉得你们在一起就是有那种超级开心的能量哦。你跟这个人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有那种很多旅游、很多约会的能量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正缘哦，非常非常的棒。就是听完之后，我就看完这些牌之后，我都觉得这个能量真的好好哦。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个能量有对应到你们的话，你可以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一组的好运能量。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咯，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Hello，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正缘讯息哦，你们的结婚对象。我们一起来抽牌看一下。好，首先呢是验证牌的部分。第二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好，我们来抽3张牌。好，我们抽到的第一张牌是这个智慧哦。我们可以看到大的兔子，兔子妈妈抱着小兔子，好像抬头看着满天的星斗哦。那我会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从过去的感情的经历，或者是说跟人交往的经验、跟人互动的经验中，我觉得其实你们学习到了很多。你现在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准则，或者说自己的一个界限，慢慢建立起来，告诉自己要怎么样才可以在互动中不去受伤。我觉得这个是你们从过往到现在累积起来的智慧，然后我觉得你们就很像是那个恒星一样，如果你抬头看，你会发现，有一颗星星是永远都挂在天空。你有的时候迷路，你有的时候偏离了正轨。其实我觉得你们内心会有一个声音，你的内心会提醒你，你还会
一时迷失，但是你最后还是会找到那个方向。我觉得你们就像是那一个恒星，其实你们会自己去发光，你们本身就是自带光芒的一群人，而且我觉得你们的这种智慧以及这种闪光点哦，是随着时间去淬炼出来的。你们是年纪越增长，会越有智慧，越有那种内涵，越有深度的一群人哦。好，好棒。然后第二张牌啊，是一只兔子，它背着行囊，背着背包，然后在好像黑暗的森林中，东看看西看看，它在探索，它在往前哦。我会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也许你们现在在人生中一个比较迷茫的时刻，或者是说你在一个转捩点，也许是一个选择的时刻，可能你拿到了2个 offer， 然后你不知道要去哪一家公司比较好，或者说，你目前其实有几个对象是可以深入去交往的，那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做选择。就是我会觉得，其实你们对于你们的未来啊，可能有一些迷茫，有一些未知。那这一张牌其实有一点在告诉你说，多多观察你周遭的环境给你的那些提示，以及你要遵循你自己的内心哦。这组的朋友，要么就是你们选择太多，不知道怎么选择，要么就是你会觉得你现在卡关了，好像什么东西都抓不住，所以会有一个两极的感觉，你们陷入了一个未知，就是自己好像找不到方向。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像是一个搁浅的船，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动力。那有另外一组朋友，你们的能量可能是因为真的是有太多可以去尝试，有太多可以去看，就是有太多方向在你面前，然后你不知道要怎么走。好，那20号牌它画的是一个地窖，然后这边一样有出现了这个妈妈的兔子跟小兔子，就是一样是2只兔子。其实这个前后这2张牌都是2只兔子。好，那这张牌讲的是他们在他们的储藏室，他们家的这个地下室准备了很多的食物哦，所以这张牌啊有一点像是预备一样。我会觉得其实你们这组的你们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不用担心，因为看得出来，其实你们是被保护着。你们冥冥之中啊，有一个力量在保护你们，有一个力量在推着你们。就是你们想要下坠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人去接住你们。就像第一张牌跟第二张牌吧。第一张牌是有一个大手，他在保护的这个小兔子，然后他在告诉这些小兔子一些事情。然后第二张牌也是哦，有一只比较大的年长的兔子，然后他告诉小兔子要怎么样子准备食物过冬。那中间呢，可能是一个你们比较迷茫的事情，或者是说你们想要一个人出去闯一闯，一个人想要自由，想要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之类的。那我觉得不管你们的这个选择如何，我看得出来，其实宇宙都有无形的力量在背后支持你，在背后保护你，然后以及指引你。我觉得你们会在你们需要的时刻聆听到一段讯息，或者是说，不管是朋友传给你的，或者说你自己去读到、自己去听到、自己去看到的那个讯息，可能会成为你的那种强心针。那这张牌啊，叫做准备。就是说，你们可能如果在座的朋友你现在是单身的话，你可能就是对于未来要有一个想象，就是你想要什么样子的对象，你勇敢的对宇宙发出订单，然后你也要准备好你自己。那我觉得这边比较有，就是你们把自己准备好，那这个人他会被你们吸引过来，然后你可以去下判断，你可以去做选择，因为看得出来这一组的朋友，也许来到你们身边的那个可供选择的对象不止一个。其实我会觉得你们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人，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组蛮有魅力的人哦。哇，好多就是很多的东西在这个储藏室，在这个地下室，我觉得别人越跟你相处，就是很像是宝藏。
我觉得你们是那种就是很耐看，或者是说很就是可以有的人是看一眼令人觉得很惊艳，可是就是再多看几眼会觉得多看几次，或者说多相处几次会觉得不是这么喜欢，或者是说就是没有这么想要跟他相处下去。然后我觉得你们这一组是越跟你在一起就会越喜欢你，因为你们内在真的很像是一个宝藏一样。我觉得你们会吸引到其实蛮多人想要靠近。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组朋友不见得是没有选择，是选择很多，或者是说，其实有人在关注你，有人在默默的怎么说，默默的在社群媒体上关注你，或者是说，其实他已经暗恋你们很久，只是你们没有发觉，或者是说你们就是自己给人家软钉子碰，或者是说你就是有的时候太专注于你的事业，就会好像就算知道对方稍微有点意思，你也会想要去打模糊仗，就是假装不知道。这一组朋友也有这样子的情况，那我会觉得你们其实蛮懂得在感情中去维持一个自尊的，就是你会清楚在不被爱的时候，自尊是你唯一可以去保有的东西。我觉得你是那一种可能会笑着说分手，但是转头就是自己默默流泪的那一种。有些朋友看到是这种情况，而这个自尊就是你们学会保留自尊这件事情，也不是一开始就学会的。这个真的是有一些经历，有一些历练，时间给你们的一个智慧哦。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雷诺曼的部分。来看一下你们以及你们连接到的这段关系的情形是怎么样？哇哦，红心爱心，哇哦，火热热的爱心出现了，好树。这个树超级饱满的，好圆好圆，它几乎占满了整张图片哦，是一棵圆圆的树。好，这一张牌是山哦，山上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圆圆的树，大家有看到吗？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哇，好漂亮的爱心哦。好，我觉得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哦，就是你们连接到的这个感情哦，这个恋人哦，他是一个会让你会有很多感受、很多情绪的人。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会替你着想的人，他是一个，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比较善良，个性上是那一种不大会去怎么说呢？就是他不大会去因为个人的利益而去好像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人的本质是蛮好，他有一颗很好的心，然后我觉得这颗心用在爱情中，用在感情，用在家庭里，他是会对另外一半很好的。我觉得他会成为你的支持者。那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人，他是一个关心公益，就是公益事务的人，或者是他是一个会关注社会议题的人，也有可能他是那种。有的时候会捐一些钱给那个这种社福团体，或是弱势群体，或是流浪动物等等的，都有可能。我会觉得，就是这个人他有那种比较仁慈、比较慈善的那一面。另外我觉得这颗心就是它让我感觉的这个画面很强烈，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谈恋爱不是用谈的，而是我觉得你们是用坠入的。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会有一个非常浪漫的热恋期，就是很偶像剧的那一种，可能两个人每天都是想着彼此，想要看到对方，很渴望跟对方见面的。我觉得他对你有非常多的，就是有很多东西要给你，而且我觉得他表现在他的言行上，你会感觉到，他给你的爱是很热烈的，他是那种
会很直接的跟你说他喜欢你的那种爱，然后我觉得这个爱会让你就是心扑通扑通跳。那另外还有一种，在这一张牌中哦，我会觉得还有一种情况是，我觉得这个人啊，你很喜欢他，因为他身上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你的罩门。比如说，你特别喜欢英文很好的人，或者是说，你特别喜欢声音很好听的人，或者说你特别喜欢讲话很好笑的人，或者是你们很喜欢这种皮肤白啊，或者是说眼睛大，或者是说身材好，或者是你很喜欢开车很帅，或是运动很好的人。然后他就是完完全全符合你，比如说你可能就是有要求外貌怎么样，或者说他的工作怎么样，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完完全全都打中你，然后你就哇，我就觉得你就没有办法，就是无可抵抗，对这样子的人就是无可抵抗。我觉得你们看到他会很。就是我觉得很像回到那种初恋的少男少女，然后心情会非常非常为他悸动的感觉。哇哦，这张牌实在是，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很好。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树这一张牌哦。好，我们7号牌的树，那树这一张牌啊。他在讲的说，你们的感情，我觉得它是越来越深厚，就像这棵苍绿的树哦，它是越长越强壮的，而且我觉得它会让你们两个的结合，会让你们的身心灵都变得很茁壮。你们两个结合之后，这段感情带给双方的是一种心灵上的宁静和谐，而这段感情啊。也看得出来，你们会走很久很久。一棵树啊，要从那个小小的种子长成这么茂盛，然后几乎是把这个牌面都填满这个状况哦。我觉得它是需要很久一段时间。第一个就是代表说，你们会走很久很久，走到人生中的终点。第二个就是，这段感情的发展是需要花时间的，你们要有耐心去陪伴彼此，然后你们的感情会非常的稳固，就是一点一滴去累积上去的。那另外啊，我觉得这边有一个讯息是，这个人的职业他可能跟医疗或者是说健康相关，或者是说他会特别在意这种医疗或者是说身心灵健康方面的事情，也有可能呢，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喜欢大自然，很喜欢这种户外，或者说很喜欢灵性的这种课题的人，也有可能是他比较注重饮食上的捷径，都有可能。这边会有一些多重的讯息，那因为这个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我就会把看到的讯息都跟大家说。那还有一种状况是，我觉得这个人哦，他可能是在一个大公司工作，或者是说大家族，他的家族可能是，这种望族，或者是说有名望的，然后是在当地可能是很有影响力的，或者是说这个人他本身所处的这个团体啊，他在的这个学校啊，就是很有名，或者是说排名很前面。然后在这个学校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公司是大公司，很厉害等等的，就是我觉得这边会有这样子的讯息在里面哦，不管是他的家族，或者说他现在所处的那个团体、那个环境都有可能。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21号牌哦。21号牌呢是山，那山呢，它这边其实有一个代表说，可能会有一些阻碍的情况出现，但是呢，我觉得这张牌它的山画的超级可爱的，然后它山上还有这种好多圆圆的树哦，然后它这边有一个一低跟一高的山，那我会觉得，其实你跟这个人啊，就是你们两个的这一段感情的发展哦，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因为对方会因为这段感情，你可能会面临一些比较陌生的、不熟悉的事情，或者是说这段感情可能会出现一些令你觉得比较挑战的事情，需要克服的事情哦。然后我会觉得有可能你跟
这一组的朋友，就是你跟你连接到这个人，有可能你们是一种物理上的一个距离，或者是说呢，其中一方工作可能比较忙，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你们在联系上是有这种延误或是停滞的状况，可能你们这边呢，有些人会有一段时期稍微冷淡，然后又连接在一起。就是我觉得它是有一个跨越的过程，从这个小山跨越到这个高山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有少部分的人哦，你们遇到的人可能是一个旧人，这个旧人可能过去因为一些状况，你们断联了，你们分手了，或者是说，你们当时有一方提出拒绝，或者是说不要延续这段关系的状况，因为种种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最后是可以这个困难最后是可以被解决的。就是呢，这边我会觉得这个山啊，跨越之后看到的美景，看到的风景是非常漂亮的，所以即使有困难，你们还是会。我觉得你们并不是沮丧的去克服这个困难，反而是你们是开心的，或者是说你们是想要怀着一个信心，说，我只要去多做一些什么突破这个困境之后，其实未来这段感情的顺利发展，或者说这段感情的未来的那个光明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我觉得这边，这个山是一个阻碍，可是并不会真正的困扰你们。对，我觉得你跟他都是有信心克服的。那另外还有个讯息在这边，就是我觉得你跟他可能真的都有一个，就是很喜欢大自然，或者是说很喜欢这种。一些天然的水晶嘛，或者是说宝石等等，可能其中有一方是这样，或者说他很喜欢去户外啊滑雪，或者是说喜欢这种上山下海，或者是说他很喜欢这种绿色的植物，有可能因为这两张牌都有这样子大自然跟户外以及这种身心灵的讯息哦，有可能这个人的行业就是跟这方面相关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抽出塔罗牌的部分来帮大家看一下其他的具体的讯息哦。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塔罗牌的部分，看一下这个人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你们的一个相处的模式，还有他的一些特质、个性，还有行为等等的。好，就是牌面上有什么样子的讯息，都会读出来给你们。我们这边有金币6号、圣杯6跟圣杯3。好，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会让你觉得心暖暖的人，看得出来他是很有诚意感诶。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跟他建立起感情的关系之后，就是你会感受到他其实对你是很用心的。我觉得他对你是很愿意去付出的。好。比如说，他会去关心你说，你喜欢吃什么东西，然后偷偷的记下来，下一次就买那个礼物，或者说买那个食物给你。然后我觉得他会记下，就是你的一些兴趣，你的一些爱好，至少地雷他一定要记住，下一次不要再踩雷。那如果你们刚认识还没有在一起的话，我会感觉到这个人有一点就是绞尽脑汁，他想要跟你更靠近一点，然后又有一点这种有一点可爱，有一点笨拙的感觉，因为他还蛮慎重的，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面对你的话，他是一个蛮朴实的人，然后也是用一个怎么说呢，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对你好。圣杯6，我会觉得这一组啊，你们很有那种初恋感，就是很单纯的我喜欢你，然后很单纯的愿意为你跨出那一步，很单纯的就是去喜欢一个人，那种眼里都是他的感觉，然后看到对方就会笑得很甜的那一种。好，
很无所畏惧的去选择爱这一个人，然后就是可能会为爱情做一些这种你觉得很蠢、很幼稚的事情都有可能哦。可能觉得，哎，我到了这个年纪，怎么还会，就是会为爱情这么冲动，或者是说为一个人怎么就是神魂颠倒，我觉得都有可能哦。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然后圣杯三。三只松鼠非常愉快的玩在一起，然后互相分享那种开心、分享喜悦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会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有可能你跟他遇到是在一个那种朋友的聚会的场合，或者是你被拉去某一个联谊的场合，或是中间是有人帮你们牵线的，不管这个线是实体的线或者是虚拟的线，就是我会觉得，你们中间可能会有那种共同认识的人，然后。或者是说，我觉得可能是，也许是，就是你跟他认识之后，会发现，哎，原来你的朋友圈中的其中一个朋友，然后也在他的某一个朋友圈中，就是好像就是如果说你们之中仔细去看的话，你一定会找出某一种关联，或者说某一种牵连的。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那你跟他遇到的时候啊，我会觉得其实你们会认为啦，他其实是一个好像蛮特别的人，就是感觉上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人，然后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接近他。但我会觉得他其实第一眼就蛮喜欢你们的人，只是他比较谨慎，他比较慎重，他可能看他这只兔子，他在拿着他的金币，他其实想要去分享，可是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分享是比较适合的。那我还看到你们就是认识的时候会有那种一起聊天啊、一起玩的能量，可能是很多人在一起哦，很多人一起认识的那个场合，然后玩得很开心，那个聚会有可能。然后我觉得他应该第一眼就很喜欢你，他觉得你的外表是他的菜。然后他会觉得，其实你们认真投入一件事情的样子很美。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是有自己专注的一个专业，或者说兴趣，或是一个工作。然后他其实蛮欣赏那个你们跟他谈吐对话的那个内容哦，因为他会觉得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以及明白自己人生方向，就是这样子的人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魅力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牌，金币九。好，再来看一下。正义牌，我觉得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工作很认真而且很投入的人哦，也因此我觉得他在这个物质生活的条件并不差，就是基本上是稳定的，而且还有一些可以去娱乐或者说去照顾自己的小确幸。我会觉得他其实把自己打理的还不错，而且看起来他是蛮懂得享受人生的。他应该也是一个你跟他相处起来会觉得很好聊，很好相处，然后聊什么话题应该都能够接，因为他好像懂很多各方面的事情。然后我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有自己想法的人，他是一个有自己想法以及有自己的执着、有自己坚持的一个人。那我觉得他在考虑他另外一半的时候，其实他会不单单只是很肤浅的用一个条件作为衡量，可能有的人就是外貌，或者说有的人就是薪水，它是一个很综合方面的来考量。比如说呢，这个人的思想，这个人的这个人的思想，这个人的外貌，以及他的一个这种对家庭的观念哦，是不是都一致？三观是不是都一致哦？其实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会欣赏
有自己思想的人，就是他会欣赏工作能力还不错的人，或者说有自己一番事业的人，或者是那一种可以跟他对话，激荡出一些火花的人。我觉得他这个人他自己工作能力强，然后自己也蛮喜欢学习新知的，他也是蛮欣赏，就是可以跟他对谈以及有能力的另外一半。然后我会觉得你们这一组的能量有对应到他的这个点。然后，另外啊，我觉得你们对于家庭的观念会蛮相似的。好，我会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愿意分享他的钱币、他的资源给他的家庭的人。那今天他之所以会对应到你们，之所以会喜欢你们，我会觉得是因为其实你不单单只是就是我觉得你们的爱就是不单单只是给他，你们也很愿意去认识，或者是说去爱他的家人以及他认为他重要的人。那这一点他也是非常的欣赏。那同样的，我觉得这个人他也是一个爱屋及乌的人。我觉得他也会不单单只是对你好，他也会对你的家人好。如果你们是有孩子的话，我觉得他也会对你的孩子好。我觉得这个人的想法蛮实际的，他不会觉得爱情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好就好。他会认为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哦。好，我觉得他很多事情考虑的其实蛮细节的。婚姻是两个人家庭的事情，就是包含了他能不能够被你们家人接受，以及你能不能融入他的家庭，他其实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然后他是一个很会付出、很会照顾你的人，就是我觉得他会对你很好，然后那个好是让你很感动，甚至你会觉得说，我怎么那么幸运，就是感动到有一点想哭。可能在你没有遇到他之前，你就会去想说，你未来的另外一半会是什么样子？可是等到你真的遇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怎么对你的好超乎你原先的那个期待哦？他会去学习，就是你喜欢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被对待。当然，你们两个之间可能有一些地方，刚刚说过有阻碍嘛，还是需要克服的。可是我觉得重点是，其实你可以看到他的心很真诚，很有诚意。所以就算有些地方他做的没有那么好，也许他撒娇，或是说，也许看到他在其他方面的付出，其实我觉得你们就算了，或者说就心软了等等的。我觉得他在这段关系中，他是一个知道他要做什么才能够去维系这段关系，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个他心中的那个主轴，他心中的这个中心点，也因此他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会朝着如何让关系发展下去的那个方向去思考以及去做反应。然后我觉得其实如果你们两个有意见不合的地方，他很愿意取得一个平衡，就是不管是要他道歉，或是更进一步去沟通，去跟你讨论，或者说找到两个人的共识，他都蛮用心的。我觉得他是一个用心去维护这段感情的人。然后因为刚刚说过这一组的朋友，有些人就是可能会面临说，这个人他的家族是一个这种比较有背景或比较有势力，比如说家族的成员比较多。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会觉得他会希望你跟他的家人都打好关系，然后他也会试着让你的家怎么说呢？他会试着协助你融入他的那个家庭啦。那另外，我觉得这边不大需要担心的是，我觉得你们不大会有那种，就是你们会有阻碍，可是这个阻碍并不是来自于他的家人或是你的家人呢。我觉得基本上双方的那个家庭其实都不会反对这段感情，你们的感情是被祝福的。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这个人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出现喽。女皇牌、皇后牌，还有这个女祭司哦。好，
最高女祭司，金币。其实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你看这边出现了这个女皇牌，我觉得你们绝对可以感受到他给你的爱是很丰足的、很满的。然后我会觉得，其实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蛮有品味的人，或者说他的生活是一个很有质感的人。我会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啊，你们的那个生活会有，我觉得会过物质上面会过得更加舒服。我觉得你们会有那种一起去享受，或者说一起去品尝各种美食，一起去体验各种人世间的那种美好的、精致的事物的感觉哦。然后这张牌还有那种很强烈的爱与被爱的关系，你会为了这一段关系，你会因为这一个你跟他的连接，好像深深的陶醉，深深的着迷，你很喜欢跟他的这个连接。然后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关系，你们的这个情感啊，也会就像花园中茂密的花一样，会开这种开花结果，会有很多丰收的那种成果出现。这个成果可能是财富，或者是说你们更加的爱彼此，这个爱越来越多，越来越满。然后我觉得这段关系是非常体贴的，他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人。然后这张牌也有那种暗示或者说明示说，哎，你们是会有怀孕或是说小孩的迹象。有一些朋友你们抽到这张牌，可能就是有带球结婚嘛，或者说你们两个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就有讨论到，之后有关于小孩啊这方面的一个议题哦。我觉得他呢会很喜欢你去跟他撒娇，或者说你去跟他表达爱，就是不管用任何方式，你去跟他表达你对他的喜欢，他都会很开心。然后在这段关系中啊，我会觉得他其实很喜欢你们给他的那种，就是看到他的眼神好像就是很着迷，然后会用一些肢体或是用言语，可能去抱抱他、亲亲他，或者是说勾他的手。或者是说，帮他拿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哦，就是这种很日常的生活，他都可以让你，或是说让对方感觉到爱。然后这边是这个最高女祭司哦，我会觉得你们其实就是他，心中的那个白月光吧。你们其实就是他等待的很久的那个人哦，所以遇见你啊，其实就很像是宇宙听到他的呼唤一样。在这个贝壳中啊，有映着一轮明月，因为这个贝壳中有一些水，也许这个水是泪水，有一点像是过往的泪水都凝结成一个很漂亮的宝石，很漂亮的珍珠。而这个珍珠啊，其实它是映照着天上的明月，它既是珍珠也是月亮，所以这张牌的意象其实非常的丰富。对于他来说，你是他值得珍惜、必须要珍惜的一个人，而且对于他来说，可能这样子的对象就像月亮一样，曾经像月亮一样这么遥不可及，可是现在既然活生生的出现在他的眼前，所以我觉得他非常想要的去接近你，非常想要的去珍惜你，非常想要的去好像抓住你。对，我觉得他不想要错过跟你的这个连接。然后呢，这个金币一样，我觉得你跟他的发展哦，就是这种循序渐进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会觉得两个人越相处，就会越发现，其实两个人在生活上会有很多地方啊，很有默契，或者说很多地方啊。是可以互相照应的。你们没有想到幸运来的那么快，你们可能本来以为还要等待一阵子，没有想到就在一个很突如其来的状况，好像就是翅膀送了这个金币来到你的生命中。那我会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那种一起生活的能量。那这个一起生活，这种开展一起生活，它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我会觉得这个
你们两个在一起生活，不管是同居，或者说你们结婚啊，那两个人的生活品质都会往上提一阶，就是会比你一个人，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比你一个人过得还要更好，不管是物质或者说精神层面都是。那你遇到他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们心里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感动跟感触，包含了你们过去到现在，或者说到遇到他的那个时刻，以前的那些感情经历，或者说比较低潮的时刻跟比较挫折的时刻，到现在呢，这个人牵着你的手跟你说永远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种好像终于苦尽甘来的感觉。因为有些朋友，你们过去的感情路可能没有那么的顺哦，但是你们回过头来会发现，有些东西它是必经的，就是它是一个学习的历程，它是一个课题。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没有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人，或者说不适合你的感情，你不会发现。这个人是这样子的，适合你。有的时候就是要先经历了一些，你觉得不适合的人，你才明白什么是你真心所想要的那个特质。所以我觉得你遇到这个人，或者说他跟你相遇的时候啊，其实，有点像是你们走了很久之后遇到他，可是这个人他其实一直在等着你们，他等了你很久，然后你终于出现在他的生命中，他会很坚定不移的选择你。这个金币啊，它有一个翅膀，它可能之前过去都是在一个飘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生活是有一些动荡，或者说情感中是有一些经历、有一些故事的，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就是可以让他稳定下来的人，可以让他真正让他的心是可以被触动的人。我觉得这个人过去应该也在一些感情、一些人的连结中进进出出，他可能也不是一个会很轻易的把他的心交出去的时候的人。可是我觉得他遇到你的时候，他愿意把他性格中比较温暖跟比较可爱的那一面去打开来给你看。那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可能对外算是有一点严肃，或者是说有人可能觉得他不是这么好接近，有一点高冷，或者是说因为他可能在工作上的那个专业，在他的工作说在专业上是能力比较强的，也因此啊，可能看起来是比较严肃的。可是我觉得他呢，跟你相处起来，他其实会很愿意打开他心中柔软的部分。那另外，我觉得比较提醒的是，我觉得你跟他都算是有主见的人哦，你们两个都蛮有自己想法的一个人。这个人他也是一个有非常独立人格的人哦，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刚刚说过，他也是，我觉得他也是欣赏这样子的你，你们很独立，然后你们也知道。就是你们也会自己去思索自己的未来，自己去规划自己未来的一个方向。可是呢，两个独立的人在感情中又是这么的黏，那么的互相依偎，那么的不能没有彼此。我觉得有点像是你打开了他另外的一面，他没有想到他也可以变得这么小女人，或是说变得那么依赖，在感情中也可以放下他的那个大男人的那一面。这个人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觉得他有一点好像可能因为他有那种到世界各地游历的一个经验，或者说他可能是一个很喜欢自由的人，很喜欢在工作中获得成就的人，或者说很喜欢跟其他人连接的人。那他遇到你之后啊，我觉得他有一点，他想要定下来了，他想要去。跟你好好的谈这场感情，然后希望可以跟你走到最后。然后我会觉得你们之前啊，不管经历了什么，就是你遇到他之后，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你
会发现他给你的好是超乎你的期待跟超乎你的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样子的状况，其实你们不要对感情悲观，也不要因为过去自己可能有一些挫折的感情经验，或者是说曾经被人家说了一些不好的话，就觉得说，自己不大可能再遇到爱了，或者说你觉得我的年纪好到了某一个年纪，你就觉得自己不可能再有这种爱情的机会，或者说你觉得你已经不在这种主流的感情的市场上了。其实我觉得宇宙给你们的讯息是，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去欣赏你的美，会有人喜欢你，把你当做好像珍珠或者说宝贝一样捧在你的手上。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用一个比较局限性的眼光去看待自己。我觉得这个人看待你的方式是非常的包容，他觉得你非常的有魅力，以及你们的那个特质、你们的那个特长，以及你的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是随着时间而累积的，这个智慧他非常的欣赏。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你们一定要去相信会遇见这么好的一个人。那刚刚说过，有些朋友哦，你们有出现，有少部分朋友你们有出现这个能量是一个救人的能量，这边也有好这个圣杯六也有一个救人的能量哦。我会觉得，如果是一个救人的话，你们再次相遇的时候，就是好像彼此对彼此的那个恨，或者说那个误会，那种情绪已经变得很淡了。相反的，你们可以去重温当时的美好。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有的时候距离可以去冲淡一些情绪，距离跟时间可以去冲淡一些情绪。因此，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旧人的话，我觉得他再次回归到你的生命中的时候，其实你们会有一个机会，可以好好的去和解，或者是说，好好的对彼此微笑，有可能也不会再去追问当时谁对谁错，或是说那些原因啊，或者说当时为什么就是突然走了，就是突然的分开。我觉得你们再次相遇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我们再一次认识彼此，然后就是微笑的面对，然后会有一种很舒服，很像老朋友重逢的感觉，和好如初的能量。然后你们可以再以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待蜕变后的自己。那前提是我觉得要放下恨，因为这个圣杯六它是没有恨的能量哦。所以如果你们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心中有一个旧人，而你也有一点期待，可能在未来某一天跟他相遇的话，我觉得这组牌确实有一些朋友有救人相遇的能量。可是前提是说，我觉得你们要放下那个心中的恨，以及那种懊悔，就是任何关于这段感情的负面情绪，就是你们再次连结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不能解开的心结，它其实会阻碍你跟对方的那个合一。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先去爱自己。当你给自己足够的爱，爱到满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就不会再这么纠结别人没有好好的对待你的这件事情。好，这个不管是新人或是旧人，他都有助于你跟这一个人感情上的连接。然后这个人非常的有事业心，因为金币九就再一次强调，我觉得他会就是你们两个的结合，他会给你带来很好的物质生活，甚至我觉得他会教你去认识一些新的东西，去体验一些你之前没有去体验的那种人生中的一些旅游经历也好啊，或者是生活经验也好，我觉得它会丰富你的世界哦。好 ，Child of Pentacle。好，有些朋友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啊，他可能是在事业的上升期，事业的一个冲刺期哦。好，如果他年纪比较轻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们有一种就是陪他一起成长，陪他一起实现目标，陪他一起就是看着他一飞冲天的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人哦。好，
战车牌，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愿意面对挑战的人，他也是一个扛得住压力的人。我觉得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突破阻碍，他不一定会走那种传统的路线，但是我觉得他的抗压性还蛮强的。然后，如果今天这个阻碍是阻挡在你们面前的山的话，大家不要担心啦，我觉得他会想尽办法越过那个阻碍，然后去牵起你的手。所以不管他今天呢是在什么样子的位置，或者说你们有什么样子的距离啊，我觉得他都会想尽办法。他的这个想办法跟他的这个尝试，你们就会看到他其实很有诚意的。好，宝剑三，好，这边有出现宝剑三，它是一个比较令人心痛的一张牌哦，有一个心碎的能量在里面哦。那这边呢，出现这张牌有几种可能。第一个是因为这边有3把剑，我会觉得说，其实有可能你们在遇到他的时候，是一段三角关系。这个三角关系可能是说，你在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你心中还挂念着一个人，你的前任，或者是说，其实你遇到他的时候，你身边是有伴侣的，或者是，你在遇到他的时候，对方，这边是有人在跟他做能量的牵扯，这是第一种情况，可能有。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个三角关系，可是我觉得最后这个三角的情况会结束，你们两个会向彼此走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经历了一些被撕裂的爱之后，他会更加走上精神上的成熟。他过去可能在感情中有被背叛，或者说出轨，或者是说被对方误会，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到现在哦，他会不想要再一次经历，他不想要跟你分开，不想要跟你离别，因此我觉得他这次选择你的时候，他就是会想要永远的那一段感情，对，他想要走到最后。我觉得他可能经历了这个宝剑三之后啊，他对于感情有一点逃避，或者说有一点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面对。可是今天呢，我觉得随着你们的感情的发展越来越深之后啊，当你们互相认定彼此之后，我觉得他其实就不会想放开手。那还有一种情形是，我觉得宝剑三在这里啊，可能代表的是，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他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温暖。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他可以带给你很多的保护。我觉得他可以去扭转或者说翻转你过去对于爱情一些比较负面，或者说比较灰心，或者说比较想到爱情就想到很多痛苦心碎的事情，我觉得它可以去扭转你心中对于感情的负面的形象。你可能会觉得你在感情中一定要去做很多事情才不会被抛弃，不会被丢下，或者说一直要很努力怎么样怎么样的。那我会觉得这个人呢，他有一种他想要去治愈你，用他的爱，用他的能量，甚至是用他的金币。因为有的时候，怎么说？当你收到一些礼物，或者说当你可以有一些旅行的体验，或者说吃好吃的，或者说在生活上比较精致的时候，其实你们的心情也会愉快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他不管是用他实质的这种付出，这种金币，然后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或者是说他给你很多的关怀，很多的体贴。那我会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你去治愈过去爱情的一个伤痛。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很有趣的是，他可能在事业上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哦，但是呢，我觉得他对你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会比较软，或者说比较甜。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反差的人，这个反差可能是，也许他对外看起来是酷酷或是不多话，可是其实你跟他相处起来会觉得他很可爱，像小猫咪或是小兔子。或者是另外一种反差是，他对外可能就是很外向、很活泼，然后跟很多人都很能聊，然后但是你实际跟他相处之后，会发现原来他内在还有一个，就是有一点忧郁，或者说有一点自己的小空间、小剧场，有一点小别扭，尤其是在感情中，如果你们不理他的话，他会有一些小剧场，然后你们会觉得他很可爱的那个能量是有的，想要去多多的
看见他可爱的这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给我感觉是很反差的，可是反差的那个内在小孩是让你会觉得很可爱的。好，他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独具慧眼的人，对他来说啊，你们身上有很多的特质，有很多的闪光点，因此这个人啊，他就决定是你了。这个决定，我觉得他决定的很快，可是他的背后能够这么快下决定，也是因为他之前的一些感情上的经历，到了某一个时刻，他其实就是很确定他想要找的是什么样子的人。那我觉得你跟他的缘分啊，也是被牵引起来的，所以你们不用很担心，说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在你们的面前。那我会觉得这组的朋友，如果是有建议的话，我会觉得你们可以多多去参加一些比较开心的场合，像是联谊，或者是说那种好朋友的餐会聚会，一起出去玩，就是可能朋友的朋友那种一大群的。那如果你们比较不喜欢这种一大群的活动的话，我觉得网络上啊这种游戏啊，或者是说一些 App，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这种群体的交流，我觉得也会有机会可以遇到这个人。大致上就是，我觉得让你们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开心的场合，或者说比较，令你怎么说呢？那个场合、那个场域是令你感到开心的、舒服的、自在的，你就多去参加那个场合，跟你此场合的地方去认识那样子的人，我觉得就有可能从中你们的缘分被牵引哦。比如说，你们很喜欢这种聚会，你就常常去参加朋友们的聚会，一起去这种游乐园玩，一起去看电影都可以。那如果你们是那一种不喜欢很多人的聚会的话呢，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去那种旅游啊，比如说你去自助旅行，或者说你自己去咖啡馆，或者说你自己去书店等等的，我觉得会有机会遇到，就是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就是要走出去，或者说你要去做一些你之前就有在做，然后一直很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之前没有做，但是你想要去尝试的事情。我觉得你们去做自己开心的事情，那个能量是有助于你们吸引到你们喜欢的人。还有一组朋友就是，我觉得你们如果你们超喜欢工作的话，你们就认真的投入工作，然后我觉得宇宙也会在因缘际会中，可能就是你的工作的伙伴谁介绍也有可能。因为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跟对方都是一个属于有事业心的人，但是我看起来你们的领域是比较不同的，然后也许你的领域对对方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然后对方没有接触过，可是我觉得他会非常欣赏，也非常好奇，就是你跟他做的事情是这么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们本身在做的这个工作，以及本身在从事的这个兴趣，或是说专业，也是对方欣赏的一个点哦，一个特质。好，那最后帮大家抽一下神谕卡，抽一张神谕卡作为我们今天的总结，来看一下你们的总结的能量哦。好，你们抽到的是这个 Peace， 这张牌是一颗蛋，然后上面呢，这个蛋有这个天使的脸，然后还有一颗星星，上面呢有鸽子在递着这个橄榄枝，然后有很多玫瑰的花瓣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遇到的就是你们即将要遇到这个对象啊，我觉得他就是宇宙送来给你，宇宙给你回应的那个人就是你跟宇宙下的订单，然后宇宙回应给你，然后天使他也会在背后祝福着这段关系，保护着这段关系，所以大家，我觉得你们这个缘分已经成型了，有可能现在有些朋友
你跟这个人已经遇到了，正在联系了，或者是说你们你们的能量场已经相遇了，就是你们怎么说？你们可能在同样的场合遇见过、碰见过，只是还没有很熟悉的深入认识彼此，或者是说你跟他就已经在很近的距离下，你跟他都已经那条线我觉得已经被牵起来啦，就是快要认识，或者是说已经认识了。我觉得这个蛋就是快要孵化完成了，然后这个橄榄枝啊，其实就已经越来越近，就是要递到你这边。有些朋友，我觉得这个人就已经出现了啊，只是你们可能还没有去看到，或者是说不愿意。还在犹豫要不要去接他给你的这个橄榄枝。那有些朋友，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已经跟你在同一个场合有那种能量的互动了，或者是就是我觉得距离是很近的啦，就是你们两个可能会发现日后回想起来就会发现，原来可能如果在某一个时间点多了一个环节之后，你们可以早一点遇见，不管是在实体的或是虚拟的，我觉得这个人他已经好像慢慢的渗入到你的生活圈了哈。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大家只要好稍微静下心来，耐心的再等待一下，或者说再去打开一下你的眼睛，看一下你身边的人，说不定你们就会发现这个跟你们连接的对象哦。好，那以上啊就是有关于今天的讯息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哦。那如果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如果你们觉得今天的能量有对应到你们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二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喽，拜拜。Hello，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的正缘，你们的结婚对象。那我们首先呢，来帮大家抽出验证牌，看一下你们的这一组的能量是什么。来，真相 ，like Valley 山谷。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好像比较早熟，可能你们从很小的时候就会在寻找一个人生的真实或一个人生的真相。你会想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会好像活在这个世界哦？为什么会活在这样子的身体里面？然后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值得你去追寻？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城市，或者说此时此刻会有这样子的遭遇？你们可能会想很多，然后有些朋友你可能遇到比较低潮的事情的时候啊，就会想说，你是不是因为之前或者说前一世做了什么，所以今生会遭遇这样子的一个果？那你们可能会抱持着很多的疑问，或者说抱持着很多的探寻的这个想法，寻求一个人生的真实，各方面的一个真实，以及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吧。反正我觉得你们内心小孩会是比较早熟、想很多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你们其实也是一组蛮真的一个人哦。然后这一张牌是这个湖嘛，有两只兔子啊，好像很轻松的在这个湖面上划船。有一只兔子正在看书，有一只兔子轻轻的睡着了。那我会觉得你们好像是就是最近啊，心中好像有一个大石头即将要放下，或者是说快要放下了。可能你们之前啊有一件令你比较担忧的事情，或者是说在等待答案的一件事情哦，它快要揭晓，是说快要让你们知道最后的结果，你们心中有一个大石头可以放下了，或者是说你们之前工作状态是很累的，然后现在稍微有一个阶段可以去喘息。
有可能你刚刚经历了一场考试，或者是说完成了一个升迁，或者是说，你刚搬家，然后现在都慢慢的安顿上来的感觉，我会觉得你们好像正在经历一段比较轻松的时光，或者是说即将要经历一个比较轻松的时光，整个人感觉是很愉悦，可以去放松的，可以去享有一段比较不被其他人打扰的那种安静的空间。另外啊，我会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哦，好，这只兔子啊，背着背包，拿着一个好像登山杖吧，它在空无一人的山谷中独自前行，然后应该说也不害怕，不管未来的这个路途哦是什么样子的风景，它都无惧的往前走。那我会觉得你们是一群怎么说呢？一旦选定了一件事情之后，你就会很坚持，你会很坚持你们的所思所想以及心中的那个声音哦。我觉得你们一旦心中有一个真的想要做的事，或者是说有一个自己真心想要追求的人或感情的话，你们大多时候都会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走，你不大会去听旁人给你的那种声音啊。我觉得你们是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然后一旦选定了之后，就会努力的把它走下去，而且感觉出来你们是一个比较喜欢自己去思考事情的人。就是你在思考一件事情，在规划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其实是想要安静的，不想要被打扰，因为你们需要一个空间，然后这个空间是完完全全属于你们自己，让你们可以去好像放松啊，想事情等等。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空间的话，你们可能会没有办法有很好的一个产出哦。然后我会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现在的状态哦，比较不像是，想要跑来跑去，或者是说一直就是在外面很忙碌的移动。相反的，我会觉得你们比较需要时间，那种专注而深刻的思考，以及专注于你跟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对话。我会觉得现在的这一段时间，或者说你们现在的这个状况啊，其实比较居家一点，就是可能下班或者是说，下课回来就是洗个澡之后呢，就想要会有属于自己那种很放松的、很轻松的时光哦。那我会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如果是你们是单身哦，在寻找一个正缘的话，你们其实很需要像这张牌所说的守护跟陪伴哦。我觉得你们很需要有一个人，他是跟你在同一条船上的，而且在这一条船上，你们有一个很好的默契，就是你们可以各自做自己的事情，而且不会互相打扰，又同时两个人会觉得在这样的空间是很舒服的。可能你睡你的觉，我看我的书，但是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船上，就是很开心、很愉悦的，两个人都很舒服，在这样子的状态中。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很需要的感情是守候跟陪伴。我觉得你们此时此刻的那个心境所引导的那个方向，就是你想要找一个愿意跟你好好努力、好好相处、好好沟通的对象。就是说，我觉得你们需要这个人能够认同你的个性，认同你的兴趣，他也要看得懂你的好。你跟接下来的这个正缘啊，你们的缘分要是好的缘分，也要是深的缘分。因为如果你们的缘分只有好不够深，可能就是朋友一场，暧昧一场，没有办法好好的走下去。那如果这个缘分是深的，但是它不够好，可能会变成是一场虐恋，相爱相杀，很痛苦。可是我看到你们现在追求的是一种好心灵上的平静，就像在这个湖面上，两个人可以好像安静的做自己的事，互相陪伴，然后又可以很享受独自的时光，就是既可以独立又可以互相陪伴。所以我觉得你们接下来这个缘分是要够深，也要够好。然后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这边有一个讯息想要告诉你们，就是宇宙想要提醒你们说，如果你们过去经历了一些像是虐恋等等的，让你觉得比较不舒服的感情的话，请你们不要把
别人的问题哦，一直拿去反省自己，因为你们这一组的朋友比较容易想很多，比如说你过往的一段感情，可能他不愿意公开，或者说不愿意给你承诺，或者是说，他常常对你有些质疑。有的时候啊，那个是对方的问题。如果你们在一起，他不愿意公开，那个是他的问题，并不是你们不够好，或者说你们不够资格。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们不要往自己身上想太多。如果你们感觉累了，就离开。其实你们真的需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尤其是你们的心灵需要好好的休息。好，我们接下来再帮你们看一下这一组哦，关于你们还有你们接下来连接到的这一段关系是什么样子的一段关系呢？我们抽到的牌是钥匙，这张牌是鹤，是送子鸟。masculine 这个男性阳性能量的这一张牌哦。好，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把钥匙哦。好，我觉得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啊，就是说你们进入的这一段关系啊，它有点像是在一个你们可能很没有预期，或者说在你们人生中的某一个转捩点所出现的。大家看到这张牌的钥匙，好，它背后的那个钥匙孔啊，其实都有一些破掉的，有一些碎裂嘛，它好像是陶瓷的这种材质哦。可能你们在等这个人的时候，或者说在他之前啊，你们也谈了一些感情哦，那些感情不如预期。也许你们会觉得，是不是能够打开你心房的这个钥匙的这个人可能不会出现了？也许你们就要把自己的心房堵住了，或是说要把这个通道砸碎了。而在那个时候啊，我觉得这个人他带了一个很关键的钥匙出现了，他会给你一个很肯定的答案，就是好，他就是要跟你走下去的人，而他也觉得你就是他的对的人。另外啊，这张牌还有一种好像打开了尘封中的记忆。我觉得在你们的记忆之中，对于感情的那种美好的向往，这个人让你唤醒了很多那一种你对于感情的期盼，以及你对于感情可能以前勾勒出来的一些梦想，或者是说你的一些许愿清单哦。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你感情中的一个答案，一个解决的方向，而且他也是一个新的机会哦。他有一种排除万难都要在一起的能量，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眼光，因为他去遇见你，他是去发掘你。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人他是握有一个关键的钥匙，他可以去把你的心房，把你的心门打开。可能你们并不是那一种很容易的完完全全去交出自己的人，尽管你们过去有谈过恋情，有进入到暧昧，可是真的还是有一部分的自己是被保留下来的。可是我觉得唯独你遇到了这个人哦，你愿意去敞开，你愿意去让他进入到你的心中。我觉得这个人，我觉得这也是因为这个人他的一个特殊性，你们的灵魂会彼此交融，彼此互通。一看到彼此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熟悉的感觉哦。这张钥匙，这一张牌，它有一个好像从一个限制的局面中解脱的一个神圣的力量，它是一种启示，一个扭转命运的一个关键。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来到你生命中，不单单只是就是很简单的要跟你谈一场恋爱，或者是说只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影响你，大大的影响你的人生，全面的影响你的人生，而且你跟他是前世有课题有关系的人，你跟他在前世有所约定，希望彼此今生还能够相遇，将这个缘分尽善尽美的把它完成。那我觉得你们在这段关系中会有一个很决定性的时刻，就是可能是你对他的回眸一笑，或者是他说了什么样子的话，做了一个很贴心的举动，让你觉得就是有一个哇命中红心很重了的感觉。也许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一个话语或者是一个承诺，但是我觉得它就会让你有直击心脏，好像
就是愿意为他打开心扉的感觉。你在遇到他之前，你们在遇到彼此之前，我觉得你们都是有桃花，都是有选择的。但是这个人啊，唯独这个人，他给你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美好的感情，甚至你们会觉得太美好了，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怕，有的时候会不切实际，你们可能会这样想，可是他真的就是你心里的那把可以开你心门的那个钥匙。而且我觉得对方也很知道，他一直在寻寻觅觅的那个人就是你。他就是一种感觉，当你去经历了一些恋爱，或者是说去经历了一些人事物等等的，你们就会知道什么是你所要的那个真正的爱。它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可是你一看到他，你就会认定他，知道你是想要跟这个人走一辈子的。然后我们第二张牌就出现了这个鹤它这边还有送子鸟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有那一种遇到对方之后，就是很快的，就是感受到命运的牵引，把你们绑在一起，就会产生想要跟这个人结婚的感觉我觉得这一组有那一种童话故事的能量就是好像令人感觉很舒服的能量。那你知道这个鹤它是一个这种群体性的动物，然后他们会在季节性在同一个季节回到同样的地方。另外他们对伴侣，对他的这个选择的对象是非常忠诚的。这个代表什么呢？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选定了彼此，认定了彼此之后，一辈子就不会变心你就是对方想要回归的那个终点，然后对方也是你想要去的最终的那个家我看到你们的感情是非常温柔。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并不高调，是这种很安静很舒服的。你们不大会去很刻意的在别人面前表现出好像一直要放闪，或者说一直要让别人觉得你们很幸福。相反的，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种属于自己就是真正的幸福。你们不用刻意的去晒，或者说不用刻意的去展现，可是从别人跟你的谈吐言谈以及那个神情就会知道你们是幸福的。另外我会觉得这个人的气质是很好的。如果这一组在听牌的是男生朋友的话，我觉得你们遇到的是一个气质优雅的这个女生我觉得她的外表或者说她的说话是很有内涵很有气质的。那如果今天听牌的是女生朋友，你们听到这个男生的能量我会觉得他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令人感觉是干干净净的是一个对你很温柔的人。对，另外我觉得这张牌它也有一个过渡跟转折，而且是往上转折的感觉。这是说什么呢？而且我们前面配的是钥匙我觉得你遇到这个人可能是你遇到他之后，你的运势就往上转折，而且是那种很快速的提升，或者是说他遇到你之后，他的事业各方面就旺了起来。可能你是他滋养他的那个人，可能他是你的那个青蛙王子，你们遇见他的时候他也是青蛙，可是他被你轻轻一吻之后，他就展现了他原本的实力，他就变成了那个王子。他有一种从停滞之中出现变化的一个转折，而且是往上变化，往上升一阶，向上。所以我觉得你跟他的这个相遇，刚刚说过，你们不单单只有爱情，不单单只是谈恋爱，它是一个全面会影响你们两个人的决定性的时刻。你们的相遇是一个命中注定，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它会大大的改变你们两个的人生，而且是往上提升我看到我觉得对方是一种一直在寻找你，就是我觉得他一直渴望着那个另外一半的模样，他在你的灵魂中看到。我觉得你们
你们会有一个熟悉感，你们遇见彼此会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感觉，你们的灵魂先接通了之后，你们先看对了眼之后，你们再慢慢的了解对方的感觉，你们是那种先有触电、心电感应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去理解对方，而且是一开始就会有那种很熟悉的感觉。另外这张牌刚刚说过送子鸟嘛，所以我觉得很可能有这种很快怀孕，或是说好兆头，有可能你们是假设是你或者是说对方，你们之前有过婚姻，然后有小孩的话，可能你会对方会接纳你这边的小孩，或者是说你会跟对方的小孩相处的不错。有些朋友如果你们的状况是之前有经历过家庭的话，我会觉得在小孩子这边大家会相处的还不错。那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会有自己的小孩，而且整个怀孕的过程是很顺利的，就是他会在你期待差不多的那个时间点出现你们两个会有孩子，如果你们想要的话，这段感情会给你们带来正面的影响，而且我觉得那个流动性是很快的，你们可以感受得到。好，这张牌28号牌，它是一个男性人能量的牌这代表什么呢？我觉得这代表说，其实你们遇见的这个人他呢是有他理性的一个层面他是有他逻辑的那个面向，而且我觉得他会保护别人，他有一种给我感觉是肉食性吧。不怒而为嘛，就是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有威严的人，他可能是一个领导者，或者是说呢，他是一个在金字塔比较顶端的人，别人看到他的时候会自然而然的去退让。他某一方面而言，特别是在事业上，我觉得他是一个有侵略性的人。这个人，我觉得他在人生很多方面是一个主动能力比较强的人，他是一个有男性能量的人，或者是说，在你们双方当中比较有阳性能量的这个人，他是非常主动的。而且他也会主动的去引导这段关系，这个感情当你出现在他的身边的时候，我觉得他会主动的去抓住你，因为他会觉得这样子的缘分牵引是一个值得去珍惜的机会，因为你就是他的幸运，同时他也是你的幸运。我会觉得在这样子的关系中，其实你们是互相滋养跟互相启迪的。我觉得你会去启迪对方，让对方变得更加完整，然后更加的向上提升。你们两个的合一对彼此来说，对彼此整个人的人生来说，都是可以带来神圣的疗愈的能量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会有互相提点、互相滋养、互相陪伴的能量。你们两个的这个结合会使两个人的运势都更加的往上。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快速流动的，就是往上流动的那个快速性，你们是可以去感知得到，它并不是一个缓慢的能量。还有就像刚刚说过，我觉得它有一种美梦成真的感觉，它是一个理想型，你的理想型之一，它可能不是完完全全都符合，可是我觉得它大致上是符合你们的理想型的。你们会很喜欢这个人，然后会很想要互相的去取暖，就是说他的能量当中有什么缺的，你们会想要去补给他，你也希望你可以真正的融入到对方。就是有的人谈恋爱是非常想要保有自我的那个空间嘛，可是我觉得你跟他不是，你们是想要融合，你们是想要和在一起，你们是想要合一的，你们会想要在彼此最脆弱或者说最低潮的时候能够互相给予、互相依靠的，并不是说两个人开心的时候很开心，可是难过的时候你要自己关起来自己疗伤。我觉得你遇到这个人，你会希望可以跟他互相的依偎、互相的依靠。那我觉得他是一个会让你想要去付出的人，因为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情感灌溉跟情感流动。你们两个的结合是一个以爱为前提的结合，并没有那么多
就是你们没有那么多功利的这个思想，而且我觉得在你跟他的结合之后，你们的人生会有一次更新、翻新跟转折的能量，你们会成就彼此，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那个沟通状况是很良好的，所以我觉得你们遇见的这个人啊，真的会有互相牵引、互相帮衬的感觉。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牌。好，来看一下茶杯这个兔子，好可爱，火山哦。看一下这3张牌哦。一样哦，我觉得这个人他给我感觉很有气质，这个茶杯非常的精致，很优雅。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会有令你觉得很令你惊喜，或者是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外皆优的人，内外都很好，而且会有一种你越挖掘越觉得很不错的人。对，一个给我感觉是一个很体面的人。另外啊，我会觉得，你跟他的这一段关系哦，你们其实很有爱耶。你们真的，想要找的是一个灵魂当中契合的对象。然后，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只有金币是不行的，你们要的是一个有爱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跟你好像。读懂你灵魂，可以跟你去谈话的人哦。那我觉得这一张牌哦，告诉我的是这个人他很精致，而且我觉得你最喜欢他的地方是他愿意去读懂你，他愿意去理解你，他愿意去很清晰的看懂你这个人，他不会很马虎的对待你哦。我觉得他是一个愿意为你奉献跟愿意为你付出的人，然后他想要跟你建立一段契约的关系，进入一段彼此承诺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人他是准备好的，他是为你而来的，就像有点像是我们在喝下午茶，你要有一个很精致优雅的下午茶，你并不是很鲁莽的，或是一切没有准备、没有计划的。你们可能会需要准备，或者是说布置，或者说买什么样子的糕点，配什么样子的茶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遇到你的时候，他给你的感觉并不是那种很马虎的，我觉得他对待你是很慎重的，而且他也是想清楚，他并不是跟你走走看看试试看而已。我觉得他是在一个蛮适合结婚的年龄，适合定下来的年纪遇到你，或者是说他遇到你之后，他就觉得那个时间点就是适合了，他没有要再跟你去好像多看看，或者是说我要再跟你认识一下，然后觉得不行再退出。我会觉得他蛮，因为刚刚说过有那种直击心脏的感觉，他其实就是很欣赏你哦。他在之前呢，可能经历了一些感情、一些拉扯，或者是说长期的暧昧，或者说长期感情的这种能量的拉扯，在那样子的关系之后，我觉得他遇到你哦，有点像是，他很确定，因为有了之前的感情的能量的对比哦，其实他会很确定，他要的人就是你，他没有太多的犹豫，他会觉得。好，今天他遇到的你跟之前他遇到的其他的那个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会给你一个很精致、很慎重的那种求婚嘛，或者是说你们要进入关系之前，我觉得他会用一个很正式的方式去问你，他是重视这件事情的。好，这只兔子哦，它会让我觉得它内在有一点顽皮哦。他可能不是一个容易让人家去读懂或者说看见他内在的人哦，因为我觉得这张牌是有一点聪明，然后又有一点顽皮哦。这个人在他的事业或者说在感情、在生活上，他其实很聪明，所谓狡兔三窟嘛。他是那一种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达成自己的目标，他不一定是很高调的就跟你说啊，我就是要这样走，因为这样有可能会吸引很多的敌人。我觉得他不会让别人轻易的去看见他的想法，或者说他要做的事情，相反的，他就默默的在做，默默的在进行了。但是他的内心啊，有一个蛮可爱的一面，像小孩子的一面，就是我觉得不管他是
男生或者是女生，他的内在小孩是很可爱，是很淘气，是很幽默，是很有能量的。而且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蛮直来直往的人，在他的内在小孩的这一部分，我觉得他并没有很多被割伤、被划伤，或者说很多阴暗的能量。我觉得他的内在能量是非常非常的可爱的。然后另外这边有这个火山爆发的能量哦。这个火山爆发有可能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运势很旺，你遇到他，他遇到你之后，其实你们就是有一种整个能量向上提升的感觉。我会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遇到这个人哦，不管你跟他现在的状况如何啊，我觉得之后啊，你们都会有一个好像上升到这个社会的一个还不错的那种阶层，或者说可以过着一个比较精致的一个生活，那个行业啊，或者说你们赚取的那种金币是可以让你们生活过得很体面、很舒服的。对，我觉得这一组牌你们有那种互相帮衬，能量很好哦。那如果这一组牌在听的是男生的朋友，在听这一组牌，我会觉得你们遇到这个人哦，不管你们可能一开始遇到这个女生啊，不管她当前的状态是什么，她可能有个性，有自己的想法，或是有比较顽皮的那一面。可是我觉得你们跟她深入相处之后，会发现她其实是很适合作为那种老婆的，她是一个很适合当贤内助的一个人哦。她其实可以进入家庭之后，她是可以那种洗尽铅华的感觉。对，如果是男生朋友在听这一组牌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愿意去，不管他今天在外是多有才华、多有成就，或是怎么样，如果今天家庭需要他，他是愿意就是退居家庭，他是愿意去将他的那个能量去奉献给他的家庭，他是能够去照顾好那个家庭的。那如果今天如果今天是女生朋友在听这组牌的话，我会觉得你们今天遇到这个男生的这个能量哦，他其实会去读懂你，就是他会看见你身上的那个气质，跟你身上的一个比较知性的那一面，而且我觉得他会依他的判断。他跟你进入家庭之后啊，你们对这个家庭结构的一个概念，以及对这个社会伦理的一个这种想法嘛，我觉得你们会是一致的，因为他其实想要找的是一个可以支撑他的人，可以去互相陪伴的人。那以他对你的理解来说呢，他其实是信任你们的，他会想要去选择你。我觉得你们遇到的人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他会想要去选择你，是因为他相信，如果他今天需要你的时候，不管是要于内或者说于外，你们其实都有能力可以去打理的很好。所以我觉得对方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有他独到的眼光。那你们的条件其实蛮相配的，就是他缺的地方你有，你缺的地方他有，所以你们可以互相的去联合，或者说互相的去帮衬，互相的去提升哦。尤其是在进入到家庭那种对于子女的教育，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事情，我觉得那种细节，或者说在工作啊、事业啊，你们是可以去配合的很好的。好，再来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来，还有什么样子有关于正缘的讯息呢？第三组的朋友，这一组的朋友就是有非常的那种灵魂震动感、命中注定的感觉啦。这个缘分，我觉得大家就是躲不掉啦。好。一样哦，我们这边有金币九。我要说的是，我觉得这个人他会蛮有仪式感的，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哦，我觉得他用的东西啊，是比较精致，或者说我觉得他对待自己跟对待爱人的方式都是不随便、不马虎的哦。好，这个 Child of Swords。乌鸦它好像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只宝剑哦，
他的头啊是低下来，然后往他的脚下面去看。大家有没有看到？换一个角度来看世界，看这支宝剑。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呢，你们会有很多很多交流的时间哦。然后我觉得你们在彼此交流的时候，其实也是价值观的一个交流跟交换哦。就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不管你们有没有很快的进入到婚姻哦，有些朋友可能是遇到这个人很快就结婚啊，怀孕是有这样子的能量。那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先谈恋爱，然后长跑，再进入婚姻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不管你们是哪一种情况，你们一定都会有很甜蜜像恋爱一样的时光，可能是先恋爱再结婚，或者是说结婚之后再还是保有那种恋爱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一组你们并不是为了要完成结婚这件事，并不是要完成生小孩这件事情哦。我看到的是对方愿意换一个角度来看待你，他愿意去跟你分享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事情啊，很烦的事情，很快乐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他有一种就是今天呢，他换一个思考角度，就是如果说他套用到你的状况，或者说你的情形之后啊，他会怎么做，怎么想。就是有的时候呢，必须要知道对方的想法，或者说对方的状况，才能够去同理对方，才能够去包容对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沟通、去交流以及去体验的。如果日常生活中缺乏这种看似很微小的这种交流的时刻，其实两个人会越来越疏远。有的时候感情就是在这种微小的对话的交换，每天的累积，这样子累积下来的。我觉得确实对方愿意为了你，好像暂停了他本来要去前行的那个方向哦。或者是说他本来是一个比较在低潮的一个状况，比较在低谷的一个状况哦，因为你的出现，他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得比较光明。也因此我觉得这一组朋友，你们有些朋友这段感情这个关系上是有一个救赎的能量，对，是你救赎了他，或是他救赎了你。因为这段感情，因为这个关系，使你们可以把目光焦点从比较黑暗的那个洞拉出来，去看向生命中比较光明、比较美好的那一面。我觉得是有的。你跟他会有很多的交流，而且我觉得你们就算在一起很久，还可以去感受到当初的那个爱哦。好，权杖三。权杖三哦，太阳在牡羊，那前面有金币九，金星在处女，还有 Child of Souls 这边有这个风象星座啊，水瓶、天秤、双子座的一个能量在里面哦。那权杖三出现在这边呢，我会觉得你们这段关系哦，就是真的是越相处越可以去发掘对方身上的一个优点哦，而且我觉得你们的感情生活是会慢慢的往上推进，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中。如果你们现在已经在某一个关系中，而如果你刚刚听起来这个人是你的正缘的话，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会彼此为了这段感情的延续下去，或者说为了可以去建立一个长久的承诺，并且实行这个承诺去努力，你们会为了彼此的关系去奠定一个很坚实的一个基础。那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是伴侣关系，已经是情侣关系，我觉得你们接下来会往下一步，就是你们想要进入到一个承诺的婚姻的契约的关系，这个就是你们的共同目标，而且你们会一起去努力，一起去实现这个目标哦。就是我觉得这张牌代表说，你跟对方的感情会持续的成长，而且我觉得你是会越跟他在一起，就越发现他身上其实是有很多的优点，你们是可以去学习，你们是会越来越去欣赏，以及越来越去崇拜这个人。那权杖三在这边呢，我觉得它也有一个代表，就是远距离的恋爱可以修成正果，它有一个异地的感觉，可能是远距离的恋爱，最后两个人在一起同居了，修成正果。或者是说呢，可能你跟这个人结合之后，你们两个会一起去扩大，就是往海外去发展，因为这张牌有一个扩大，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提升，可能你跟他会一起好到国外去，到新的新的城市，就是远离你们原来的家乡，两个人一起到新的城市，或者说
异地或者说新的国家去生活，然后会展开一个比较像是对于你们事业啊跟生活都是更加有利的那个方向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张牌代表很多的机会，很多的往外扩张的一个能量哦。好，你看他就是我觉得在一起之后，这个质感啊，生活的这种品质会互相的帮衬，互相的在彼此的提升，很不错的一组哦。我觉得生活上是很精致的。好，这边有权杖10哦，权杖10，宝剑5，好，再来看一下宝剑2哦，好，出现了很多宝剑的牌哦。好，圣杯10，权杖10在这边呢、大家有看到黑色跟白色的这个权杖互相的交错，我会觉得你跟他的关系哦，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哦，你们会有一些阻碍。这个阻碍有可能是其中的某一方他还在成长起来，可能他还在创业，或者说他可能在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你们是需要分离的，或者是说你们是需要异地的，或者说可能其中一方啊是有比较经济的压力，在刚开始你们在连接的时候，或者是说你们很多事情来得太快，比如说你们很快的有小孩，很快的要结婚，就是有很多事情同时而来，同时要处理，身上担负了很多的压力。我会看见，其实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决心，就是即使这段感情他可能会爱的同时啊，也会带来一些现实的压力。虽然有这些压力，可是我觉得这个人的姿态就是他绝对不放手，他没有办法去放下你，没有办法去放下你跟他的这段关系。即使这段关系是有一些挑战的，其实这段关系是有一些压力的。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因为他是一个不轻易去跟别人展开承诺，可是他一旦对你展开承诺，他就不想要去食言而肥，他会努力的去跟你一起创造属于你们的幸福。尽管今天有挑战，尽管今天有压力，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好像轻易的会放弃的这个人哦。我觉得他是想要将你们紧紧的抓牢，也因此他会觉得他去承担的这些，他去牺牲的这些，对他来说是值得的。就是我觉得有一种有困难，但是绝对不会放弃。你们这边也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黑跟白的权杖是互相对立、互相去支持的，有点像是我觉得在你看见对方愿意为了你这么努力的同时，你们也会想要去努力，你们也会想要去承担，你们也会想要去奋不顾身，会想要去紧紧抓住。有可能你们是异地，或者说你们联系起来是比较辛苦，你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可能实际见得上一面，等等的都有可能。可是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你们两个都不想要放弃这段感情，你们两个都会想要去排除万难跟彼此在一起哦。我觉得你有点就像是他的那个心之所向吧，他也有点像是你那个温暖的心灵的归属，心灵的导师哦。你们彼此互相的依靠，互相的陪伴，或者说互相的取暖，互相的在彼此最狼狈的时候陪伴在彼此身边呢。我觉得你们的这种经历啊，你们的这种爱啊，或者说你们创造出来的一切，那个回忆是没有办法磨灭的，因为这个是你跟他的故事，你跟他的创造，你跟他共同去经历的。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关系中，有的时候宇宙要提醒你们，有的时候对方也会比较累，他也是有他需要休息或需要喘息的时候，你们要给他一些时间哦，你们要让他去有时间，让他好像去更新他自己的能量，去重置。因为我看得出来，其实
你跟他相处之后，你会越来越欣赏他，越来越崇拜他。但是这个人他也会有他低潮，也会有他灰头土脸的时刻。如果你给他一段时间，你会可以看到他重新的绽放，重新的振作，他可以重置好他自己，然后再把他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呈现在你的面前，然后会回到当初他吸引你的那个模样。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的关系可能会经历了一个比较低潮的状况，也许是两个人各自有压力，或者说两个人各自想要默默的去化解，默默的去吸收这个压力。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时间会让你们更加的靠近彼此，而不是远离彼此哦。对，当你去看见对方对你的付出，当你去看见对方对你的牺牲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们的心会被软化下来。不管你们之前有什么样子沟通上的障碍，我觉得这一组你们的心是会随着时间越来越近的。而且我觉得你们的感情那种感情有患难见真情，而且是刻骨铭心的。你们的感情有点像家人，但是那个爱情的元素还是很浓的，并不会说走着走着最后就只剩下亲情，只剩下家人。我觉得你们还是会有那种奋不顾身的想要去拥抱彼此，就算其他人都反对，我还是要跟你在一起的那种很命中注定、很决定性的那种心情。而且我觉得你们会互相拯救，就是可能在这段感情中，阳性能量这一方，他很多时候都是担任主要的照顾者，可是这个人他还是会有他压力过重、承担过重，或者说刚好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比较阴性能量的那一方，我觉得他是需要出来拯救对方、滋养对方的，就是在其中一个人快要不行、快要没有能量，或者说很不舒服的时候，要及时的去照顾另外一个人。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就是要互相的循环吧。当今天这个人状态比较好的时候，他可以滋养给对方比较多，他要努力的贡献出他比较美好的那一面，或是说努力带来更多的欢笑或更多的金币在这一段关系中。那我会觉得你们有一种互相的为彼此奉献，以及互相为彼此感谢对方的心情。特别是这个感谢不是说谢谢你为我做一顿饭，或谢谢你送我这个礼物，我觉得它是那一种在你很狼狈很艰难的时候，感谢对方仍然不离不弃的那一种很真心很感激的那个感谢。好，接下来呢，我们有宝剑2跟宝剑9哦。好，我们接下来有宝剑2跟宝剑5哦。宝剑5，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胜利哦。最后这只乌鸦，它好像击败了其他4只宝剑，取得了一个胜利。所以我刚刚说过，我觉得在这个权杖10的这个压力，你们两个只要强联手，你们两个互相结合的能量是很强的，是可以去克服很多外部给你们的压力，外部给你们的阻碍，你们是可以去克服很多纷争、很多争端的。而且我觉得你们可以取得一个平衡哦。然后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们有一些吵架的地方或吵架的点，你们最后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解决模式，或者说 SOP， 就是可能一开始有一个人不高兴，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可能会先求和，或者是说先软下来，或者是说可能会一起吃个饭、看个电影，然后化解一下那个情绪。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最后会找出一个解决你们吵架的那个方法啦，就是花了一些时间之后，你们会去磨合，找到一个共识。而且我觉得这个磨合并不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过程，相反的，有点像是在探索彼此的
这个界限、那个边界，以及你愿意开放出多少边界给对方。那刚刚说过，因为这一组你们两个其实蛮爱对方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对对方的容忍程度蛮多的，对方也是这样。可能之前你对别人的底线呢是比较高的，或者说地雷比较多，可是因为遇到他之后，你们愿意为了他溢出很多很多的地雷，对方也愿意为你给你比较多的包容。我会觉得你们吵架之后会找到因为你们都想要走下去啦，你们都有心想要走下去，所以你们会找到一个解决纷争的那种方式啊，就是吵架之后啊，一开始可能会冷战1个小时，可能最后就找到一个方式，让你们很快速的那个和好，或者是说很快速的让彼此的可以化解那种不开心的情绪。那也许是一方啊，先放软，或者是示弱等等的，不管是谁对谁错，那我觉得有一方可能会用这个比较软的方式来化解这个争端，或者说比较撒娇的方式去攻破另外一个人的心防，或者说比较好玩的方式、开玩笑的方式等等的。我会觉得其实这一组的关系，你们最后会找到一个平衡呢，而且有些东西一开始会吵，到后来其实就不大会吵了，会找到一个共识，对，你们会有一个默契啦，就知道啊，觉得这个时间够了，不要继续再生气下去了。对，我觉得你们这一组会有意见不合的地方，会有吵架，而且可能两个人都在过往的感情可能也是脾气比较硬的。如果找不到解决的方式，如果对方没有好好的引导，或者说你自己觉得没有台阶下，或者对方没有觉得对方觉得你没有给他台阶下，可能会这个吵是可以吵很久的。你们遇到这个人啊，因为比较爱嘛，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比较愿意退让出一些你自己的底线下来，然后对方也是，我觉得对方会用他的方式去哄你，或者是去化解那个纷争，让你们开心。那这段关系啊，也因为你跟对方相处越久，我觉得你们其实心中的安全感会越来越深，信赖感会越来越深。很多时候，当你信赖这个人，当你安全感够深，当你确定这个人是爱你的时候，你们其实会在生活的小细节上，其实不会这么多去放大你们不合的地方。相反的，因为我觉得你们得到你们要的那个核心，在安全感，在这个心情稳定度，你们得到了心情上的一个平衡跟和谐。我觉得很多事情会被大化小，小化无。只要心里安定下来，我觉得很多事情啊，就是都是可以去化解的。你跟他会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那种和谐平衡跟一个快乐，我觉得你们会找到自己的相处之道。那宝剑二在这边呢，有代表的是一种纠葛，或者是一种仰慕的心情吧。我觉得这一组有可能是有一方是年纪比较大，一方年纪比较小，或者是有一方是社会经历比较丰富，或者是说职业是非常好的，或者是说有什么特殊的技能，或者说外表很好，然后另外一方会有崇拜他的感觉。这组牌有这样子的能量，可能是年纪差，或者是说外表是这种有一方就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这种众星拱月，然后另外一方就会很欣赏他这一点，或是有一方是那个职业是大家说出来都超棒，或者说他的经历很棒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边会有那种崇拜的心情，你崇拜他，或是他崇拜你等等，然后这里有一个纠葛，或者说有一个选择哦。我会觉得你们这段感情哦，那种连结是非常非常深，一环扣的一环，它并不是说很轻易的说散就散。我觉得你们这个缘分，其实就算吵架也很难散开，因为有点像是这个人就渗入到你的生命中，就是有点像是空气吸到你的身体里面，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分离的感觉，这是一个很纠葛的一个能量，是一个
我觉得你们进入之后，可能也就不想离开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人某一种程度而言，他会改变了你，或者说你也改变了他。你看宝剑二，他有点像是对立在这个冰的这个崖壁上，其中有一方啊支撑住另外一支宝剑。如果没有这一支宝剑的话，右边这支宝剑，它可能就要掉到这个海里面，掉到悬崖里面。所以我觉得这边有一个互相支撑的力量，而且是我觉得其中一方那个对另外一方给予那个心灵上的支持的强度很高，可能是你把对方从某一个低谷中拉出来，或者是光是你们的存在、你们的出现，就让对方觉得这个世界重新的感受到希望跟爱，就是重新有了活下去的意义跟动力。也有可能是因为对方的出现，让你觉得你之前一直在寻找的人生目的、人生拼图跟人生的那个答案出现了。就是对方出现在你生命之中之后，你突然明白为什么你要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要跟对方一起体验这个世界的美好，就是为了要跟对方一起经历这一段感情，你要跟对方一起去分享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一张牌，那个能量很强，而且情绪很满。尤其是你们在决定要成为彼此的家人的时候，那其实是一个很令人感动的时刻，因为我觉得这组牌啊，那个承诺感很深，就是说到做到，你会很感谢对方说到做到这件事情，特别是在一些生活的小细节上，因为很多人可能他口头承诺了，然后他一开始也做了，可是你要他做几个月、一年，然后到几十年，那个中间其实是很难一直持续的。可是我看到这个人他是会持续下去，比如说你就是很希望每一天都有一个晚安文，或者说每一天都可以分享心事，有一段时间，或者说都可以每一个礼拜抽出时间来一起吃个饭之类的。反正我觉得你们重视的那个很细节，但是很日常又很关键的那个小事，对方答应了你之后就会每天做，比如说每天都会跟你说早安，或者每天都会跟你说我爱你，他持续的这样做下去，真的是日积月累下来，那个心情上的安定感以及感情上的这种感情的这个基础，就是一层一层被叠加上去。我觉得你会很感谢对方可以去做到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也因此让你觉得有信心哦。只要在你需要对方的时候，在你觉得很艰困的时候，你会很相信这个人，在你出状况的时候，在未来啊，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定会在。我觉得这个是你觉得在这段感情中，让你心里可以最安定的一部分，也是最宝贵的一部分。然后这边圣杯十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张非常好的牌，10个杯子都倒出不同颜色的这个色彩，都倒出自己最美好、最漂亮、是最真实的这个部分，然后融合在一起哦。我会觉得今天呢，你跟他结合之后哦，双方都会感到很欣慰，有点像是在出外打拼的那个人啊，他回到家之后看见你的笑容，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你们的这个结合所带来的喜悦，给他的感觉是很充盈、很丰盈、很饱满，是可以超越一切的。或者是反过来说呢，你们是那一种在经济上两个人都是需要去努力一起打拼，为了这个家庭一起付出的。那我会觉得你们会觉得你们会知道这样子的付出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并不会好像漫无目的，灵魂就在这个世界上飘着。我觉得你们遇到他之后有一个稳定下来的能量，另外就是有一个多彩多姿的能量哦。我觉得你遇到他之后，你会愿意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你的世界会更加的被打开。我觉得你们的心情那个状态会很好，然后你们可能会一起去计划一些旅行啊，然后在计划旅行的那个
前期可能会互相讨论嘛，就会有很多的期待感，要去哪个国家，或是你们要去滑雪，或是要去一个很浪漫的国家看什么样的风景。从那个一起计划那个期待感，到你们真正的去旅行，完成这一次旅行，我觉得它会一直有一个让你重新又恋爱的感觉，重新又活过来的感觉，有那种很多的新鲜感跟期待感。然后完成之后啊，完成这一趟旅行之后，你们又创造出属于你们共同的回忆，一个新的回忆，一个新的故事。所以我会觉得在这样子的关系中，你不会觉得很无聊，你不会觉得好像结婚之后就会落入到一个很平凡的这样子日常的生活中。我觉得这组牌其实是有很多浪漫，很多温柔的那个部分哦。还有就是我觉得你们蛮愿意为对方去奉献，蛮愿意为对方付出的。可能如果你们知道，你们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你会特别去为他留意，特别为他打点，或者是如果对方知道你特别喜欢某一样东西哦，他就会去偷偷帮你买下来，还有偷偷送给你这样子，或是如果那样东西是比较贵的，超出他现在能力所能负担的，我觉得他也会去存钱。我觉得有这样子想要去满足对方，然后想要跟对方一起去体验的感觉，你出现在他的生命中，跟他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你们的世界都更加的被打开，然后生命中充现了很多多彩多姿的颜色哦，你们会想要去填补对方，会想要去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拿出来。如果你们过去是觉得自己一直处于一个很空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觉得你遇到这个人，他会把你的那个空填满，他会把你那个一直在寻寻觅觅，然后找不到意义、找不到方向的那个部分去填满。你们两个会一起去体验这个世界的好的跟坏的，不管是眼泪，不管是甜蜜的事情，我觉得最后都会成为你们回忆的那个部分。从未来的时间来看，当时所经历的事情，一切都会变得好像很甜吧。就是我觉得一切都会成为一个过去的美好的一个回忆。我觉得你们会有让对方开心的能量，然后对方也有可以去让你在很低潮的时候笑出来的能量。可能有的时候你们压力很大，就是没有活力，整个光芒都暗淡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对方会用他的方式，可能带你去散散心，或者是说默默的支持你，默默的陪伴你，让你去舒缓你的情绪，让你去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好像被打开的感觉，就是你们也许闷了很久，或者是说难过了很久的那个低潮会被一扫而空。你可能觉得有人陪，或者是说有人跟你说话之后，你就觉得好多了，你们就重新恢复了色彩，可以笑了，就是重新的容光焕发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牌，你们真的会共同经历很多很多事情哦，不管是好的、不好的、真实的、虚假的，各种，我觉得你们都会经历。但是这些东西啊，它不会对你们的感情跟连接去破坏。相反的，我觉得你们是越狱挑战。你们会有共同患难的心情，这个感情反而会更加的坚实，更加的稳固。好，我们最后再来帮大家抽出最后的那个神谕卡，看一下宇宙给第三组的朋友会有什么样子的建议跟什么样子的指引哦，关于你们的这个正缘哦。好。我觉得你们要相信就是你们在还没有遇到对的人之前，你们一定要相信你们会遇到对的人，然后尽量要对你们自己温柔。你看你们这边又出现了一只兔子，跟前面这只兔子，它都有一个可爱顽皮而且温柔的感觉。
我觉得你们要对自己温柔一点，然后你们要让自己变得更完整一点。有的时候你们常常会听到说要让自己变好，但我觉得与其让自己变更加好，不如更加的去喜欢现在这个状态的自己。我觉得是好是坏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可是你可以去喜欢你自己，并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去学很多东西，多才多艺，或者是说一定要变得很漂亮、很帅才会有人喜欢。相反的，我觉得你们接受自己，相信自己的那个能量，相信宇宙的那个能量会为你带来自信哦。会让你的心情更加的安定，然后那也是一个准备好的一个状态。当你去信任你自己，当你去爱你自己，当你去接受自己现在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就是准备好了。这组朋友前面好像没有特别提到时间哦，因为我刚刚有说过，这个人有可能是在你某一个转折时期、低潮时期，或者是说你在对方的低潮时期、转折时期，或人生中某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的那种阶段、过渡的阶段会出现。那我会觉得在这样子的阶段中，你们还是要保持对宇宙的信任，以及对你自己的信心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管你们现在遇到什么，都不要去打击自己，对，就是不要对自己说一些很丧气的话，就说我现在几岁了，或者说，我现在的状态不是很好，却没有人爱我。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你们专属的对象，而且这一组的朋友，你跟这个人的缘分很深，所以他是你躲不掉的，也是你没有办法去抵挡的。就算你说不要，这个宇宙还是会在适时的时候把它送到你身边。当然你们可以去拒绝，可是我觉得这个人一定会来到。那你也想要跟他谈感情的话，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可以敞开心胸去接受他。好。我们又出现了兔子哇！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我们出现了3只兔子。这张牌的兔子啊，它是爱神的宠物，它也是这个复活节送幸福彩蛋的使者哦。所以这张牌啊，我觉得其实也预示了大家，就是宇宙有给你们一个增强信心的提示跟增强信心的讯息吧。不管你们现在过得怎么样，状态是如何，在感情上，我觉得最后都会有这种重回大地、恢复生机，就是很滋养跟很滋润的一个能量，喜悦充满了你们的生命中，温柔充满了你们的生命中。你们这一组的能量连接到这个对象，我觉得是蛮温柔、蛮舒畅的，他对待你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们现在还在等待爱情的话，就是尽量让自己过得好，就是每一天都为今天的自己多做一点点，而且多做一点点，就是想说我是要为了我自己而做，不是我为了刻意的要去吸引对象而做的。你为了你自己而做，最后的一切都会回馈到你自己身上。每一天都让自己开心一点点，或者说每一天都去减少一些让自己不开心的情绪波动。虽然有外在很多的事情会去影响你，可是这当中还是有你可以掌握的那个部分，所以你就将你可以掌握的部分尽量的去做好。至少你要让自己过得舒心，让自己过得舒服开心，也许爱情就会在你意想不到或者说很突然的时候出现。其实感情啊，是你们这组连接到感情是很幸福也很单纯的，所以你们就不用把它想得好像很复杂或很困难。你帮你自己的心态准备好了，让自己处于自己比较开心跟舒服的那个状态，其实你们接下来迎接的这段感情才可以带给对方比较健康或者是说比较舒服的那个能量。虽然我觉得这个人他有很多救赎，有很多拯救的能量在里面，或者说你们互相拯救，但是我觉得在遇到他之前啊，你们可以尽可能的把自己调整好。
你们一定要在每一天的可能快要结束的时候啊，上床睡觉之前，你可以去听一下你现在的心情，你现在的状态，就是不要欺骗自己，很真实的对待自己，你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什么，以及你现在跟某一个人的连接的状态、交往的状态，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去倾听你们的内心。当宇宙把这个人送到你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才可以让你才可以很快速的去辨认出这个人。我觉得你们有互相滋养的能量，对方有把你从黑洞拉出来的可能，但是我觉得你们也要自己先试着往上爬，爬到洞口，对方才会找到你。那如果你们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盲目或者说比较迷惘的阶段，可以去学习一个新的东西，或是你想要做什么，就是把握当下去做，因为可能你之后进入到一段关系之后，你们会比较忙，会花比较多时间去陪伴彼此，也许你可以趁现在单身的时光去做一些你们想要做的事情。那另外就是一定要去相信宇宙给你们的安排，可能很多事件发生在你生命中，你当下会有各种心情的起伏、情绪以及疑问，然后或者是说困在那边很久都走不出来，但是还是要相信今天安排这个课题在你身上，它是有原因的，只是这个解答、这个答案公布的时间可能是要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之后你们才会明白。可是当你明白的时候，那个一切就会豁然开朗。你们把今天好好的过完之后，再度过好好的明天，就是每一天就是好好的专注在当下，然后一天一天这样子过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累积上来的很多个日子，你都有好好的经营，好好的过，你会发现你跟过去的自己越来越不一样，至少是一个更加喜欢自己的一个状态。那大家最后，因为你们这边呢有圣杯十，我觉得你们可以好好的去期待一下跟这个人的交融，这个人的融合，我觉得会有很多开心的元素在里面哦。你会有可能把你很多的标准的框架拿掉，或者是说对方会你身上会沾染很多对方的色彩、对方的气味。我觉得你们结合之后，你的能量上，或者说你整个人就是不再是之前那个你没有遇到他之前的那个状态，跟你遇到他的那个状态，遇到他之后那个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你们的能量一旦被更新，一旦被交融，一旦被洗涤过后，我觉得它是没有办法退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真的，它丰富了你之后，你的生命就是会这样子的丰富下去。你们是可以更加的自由，更加的丰富。在这段关系中，我觉得你们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权，或者说我觉得对方会让你对生活是有选择，而不是逼迫，而不是要被要去向现实低头的。就像我这边说的，你看金币九，我觉得你们在生活上，特别是在物质层面上，你们不会需要为了省钱而去低头，你们不会觉得说因为钱不够，所以我必须要选择一个我比较不喜欢，但是我能够负担得起的那个选项。我觉得你会找到一个平衡，你可以，我觉得你们的生活是体面、是精致、是丰富的、是多彩多姿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期待一下这个人所给你们带来的这样子的金币石，还有充满喜悦的生活的能量。重点是真的要相信自己，要相信宇宙。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哦。那你觉得如果今天的能量有对应到你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三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